夜明湖一战，桑桑燃烧生命帮助宁缺战胜了夏侯，以致寒季爆发，一病不起。疏远后山的草庐内，夫子一脸凝重，望着宛若冰霜的桑桑，他以自身浑厚的念力送入桑桑体内，顿时雾气氤氲，冰霜渐渐消散。但桑桑体内的阴寒气息余积多年，太过强盛，是以夫子只逼出了部分阴寒之气，便遭到了反噬。他天生虚寒，这些年也没有好好治过病，那可怎么办？瓦山盂兰节将起，你们赶去瓦山，把桑桑交到小岐山手上，世间也只有小岐山能救他了。同时，这一趟瓦山之行也是宁缺的机缘。与此同时，桃山之上缓缓走来一位红衣少女，正是叛逃西陵的叶红女。时隔半年再回桃山，她要夺回属于自己的尊严和地位。谁？取你命的人！裁决神殿内响起无数的惊呼，如雷般的呵斥声，没有让叶红鱼的神情有丝毫变化，依然是那般平静冷漠。西陵裁决司有个奇怪的传承，杀了上任裁决大神官之人，便是新任的裁决大神官。是以叶红鱼抽剑出鞘，向着裁决神官缓缓走去。无数画面在眼前快速闪过，想着信纸上浊浪滔滔的大河剑意，想着大明湖底拔剑问天的浩然剑意，那两道剑意最终汇为一道，落在他的心里，落入他手中的道剑里。剑势一往无前，贯穿了墨玉的胸膛，冲垮了他的气海雪山，当场气绝身亡。从现在开始，他便是新任的裁决大神官。叶红云随即废除了气凝洞玄境统领的一身修为，并逐出神殿。之所以会受到如此严酷的惩罚，只是因为在他过境回桃山时，他们在人群里多看了他一眼。那些曾经风光无限的统领大人们，带着他们的护从，像丧家之犬般被赶下了桃山，遇到了来寻宁缺途经此地的龙气。龙气扔给他们一袋用自己心血浇灌而成的坐骑丹，服下此丹便可重新恢复修为。殿下再造之恩，子墨等必以命相报。我不仅还活着，我还要讨回我们曾经所失去的一切。你们可愿追随我？誓死追随殿下。于绝望中看见希望，是以众人死心塌地地追随龙气走上复仇之路，并起了个中二的名字——堕落骑士。夜幕降临，一辆黑色的马车正在官道上孤独地行驶，乃是师傅颜色当年之物。忽然，宁缺闻到一股浓郁的血腥味，只见数十余黑骑正顺着山道高速前行，黝黑的骏马，黑色的道袍，猜到了敌人可能的来历。宁缺不再有任何犹豫，搭箭上弓，豁然起身跃出车厢。黝黑锋利的符剑在空中甩出一道羽线，须臾之间，符剑来到了龙庆身前，正好射在那朵黑色桃花之上。这朵黑色桃花似乎能吞噬世间一切，蕴含着恐怖威力的原石三剑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消失在黑色桃花里。好久不见，你居然还没死，叫你失望了。以晋升之命的龙庆本可以躲过这一剑，但是他不想躲，他的前半生便是毁在这柄铁剑之下。如今他重获新生，然而原石三剑的恐怖威力依然是他道心里的一抹阴影。如果没有正面战胜原石三剑，他便无法把那抹阴影真正抹去。宁缺接连射出了7剑，却被龙庆尽皆化解。龙庆眼眸骤然寒冷，识海里念力喷薄而出，调动四周的天地元气，转化成自身气息，直接袭向黑色马车，充满了毁灭能量的寂灭气息。在马车外迂回不停冲击的马车内部，寂灭气息渗透进了桑桑的体内，让他变得愈加寒冷虚弱，再次昏死过去。桑桑，你的小身体快死了，你也撑不了多久。也能润物无声，也能杀人无声。今日我便要向天借雨。师傅，帮帮我们！雨丝浮现，顿时天降暴雨，层层的雨帘，重重的雨丝，将马车四周隔绝出了一方天地。冲锋而至的骏马一声痛苦的长嘶，如人般立起，骑兵们飞离马背，重重摔倒在地面。雨中的锦字符确实强大恐怖，即便是他也无法破解。
然而再强大的符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淡化，只是最后归于虚无。是以龙庆负着双手，等着雨停拂晓，青天重现，便是他接轨宁缺之时。就在符页消失的瞬间，宁缺骤然转身，再次弯弓搭箭，近在咫尺的一箭依旧没有射中龙庆。连番射箭，宁缺面临枯竭，浩然气已尽，剑下一空，真正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艰难地挪到黑色马车旁，靠着香壁，沉默地低着头，疲惫地粗重呼吸着。连番射箭，宁缺念力枯竭，浩然气已尽，剑下一空，真正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龙庆的眼眸里跳跃着兴奋的神情，宁缺的一生得到了太多东西，书院的、魔宗的，甚至还有柳白的、颜色的，如此多的绝学，最终都会奉献给自己。想到此处，他难以抑制的兴奋颤抖。他明亮的眼眸渐趋暗淡，黑白分明的界限渐渐消失，变成浓稠的灰色。那道寂灭贪婪的气息从龙庆的眼中进入了宁缺的识海，但当那道寂灭而贪婪的气息沉入宁缺识海最深处后，看到了一块意识碎片，那是连生的精神世界，上面有真正的饕餮魔功。灰眼功法源自饕餮，此时就如孙子见到了祖宗，瞬间便被连生留下的意识碎片直接吞噬。此刻饕餮血已尽出，直接将龙庆击飞。龙庆非但没有稀释掉宁缺的修为境界，反而自己的灰眼功法受到了极严重的损害。居然利用我破镜！老师，混账！让你刻不容缓地赶去瓦山，你却在那儿打架。不是我要跟他打呀！别啰嗦了，还不快去！看似强大无比的龙庆，却被夫子千里之外的一根筷子打成重伤，仰天长啸，眼睁睁地看着宁缺离开。在吸收了半截道人的部分修为以及通天丸的财运药力后，宁缺进入了知命境界。龙庆机关算尽，却为宁缺做了嫁衣。为师吃着饭呢，还要帮他打架，真是不让人省心。另一边，大和国墨池院内，莫珊珊手结符印，漫天碎石悬于半空。珊珊细眉紧蹙，原本微显圆润的双颊已然清简，更添几分美丽。此时的她无比专注，感受着那道横亘于天地间的快垒阵意，心中欢喜，红唇紧抿，浅浅一笑。少女睁开双眼，望着遥远的北方，想着心中的那个他，默默说道：“我已入知命，你莫要让我失望。”宁缺带着昏迷的桑桑来到了齐国的一所道殿内暂顿下来。另一边，天域大神官得知光明之女被袭，便恳请叶红鱼护送光明之女前往瓦山。叶红鱼欣然应允。几日后，道殿门口来了一架极为华丽的神辇，四周悬着重重幔纱。一位美丽冷漠的少女从辇上缓缓走了下来，这是继任裁决大神官后叶红鱼第一次离开西陵。穿着一身裁决神袍的叶红鱼看着屋外的宁缺，露出了一丝下属们从未见过的笑容。她的笑容很复杂，有些嘲弄，还有些不屑。在这里，她不是那个冷酷肃杀的裁决神作，而是回到了夜明湖畔的那个少女道痴。宁缺恳请她用西陵神术帮桑桑逼出一些寒气，好让她能够坚持到瓦山。桑桑，滚！嘴上说不要，身体却很诚实。叶红鱼不仅用了神术，甚至以损耗修为为代价，将昊天神辉传给了桑桑。此时的他，贵湿粉黛的脸上是满脸的憔悴虚弱，毫无血色。道痴姐姐，你真好。其实，你们两个很像，你们不应该是敌人，你们应该做朋友。朋友，就是那种很特别的朋友。第二日，走出道殿的叶红鱼再次变回了世人敬畏的裁决大神官，而他只会在自己真正信任的人面前展露出他最真实的一面。桑桑的病情终于得到了控制，在叶红鱼的帮助下，勉强镇压住了体内的阴寒气息，不再终日昏睡，虽然依旧虚弱。数日之后，终于来到了瓦山脚下。小齐山，你在哪儿？瓦山洞庐，离山脚有1000丈，岐山大师恐怕他听不到。他
看着那个熟悉的少女身影，宁缺的心中感慨万千。1年多未见，她清瘦了不少，但依然美丽动人。细长而竖的睫毛，薄而洪亮的双唇，如瀑般披在肩上的黑发。少女眼中出现了喜悦的神情，有淡淡惘然，然后尽数化为平静。来浪科寺参加盂兰节时，宁缺便有想过舒池肯定会受邀。他想过很多次重逢时会是怎样的画面。看着慢慢走近的少女，宁缺不知该如何应对。这时身后的车厢里传来一道声音：少爷，我有点累了，想在这里歇会儿。宁缺明白，他这是在给自己机会去和莫莎莎单独说会儿话。那边风景挺不错的，要不去走走？那边风景挺不错的，要不去走走？你过得怎么样？很好。两人互相诉说着这1年来的过往经历，从写字说到休息，再到破镜，却对感情只是只字未提。我一直在犯错，希望你能原谅。胖吃说的没错，你真是世间第一等无耻之人，认错认得比谁都快。这时桑桑过来邀请珊珊上车，一同前往。珊珊也不推辞，答应下来。你喜欢少爷，对吧？但是现在不行了。等我死了以后吧。他知道这件事既然关系到桑桑的性命，那么不管前面有什么艰难险阻，宁缺都会一刀劈过去。这真的令他很嫉妒，也真的令他很喜欢。兰科寺便在瓦山中，也是不可知之地。悬空寺留在世间的山门，就如同于心灵神殿与知守观的关系。而岐山长老作为一位德行高洁的佛宗前辈，也是除书院外整个修行界辈分最高的那个人。这次是岐山大师数十年来首次出关。兰科寺便定下规矩，只有通过3道棋局的修行者，才能最终抵达洞庐之前获得岐山大师的机缘。3盘棋里有1道残局，有1局对弈，还有1局则是临时设置。主仆2人来到了虎跃涧，这是瓦山3局的第1关，只有破了红衣苦修的残局方能过关。但救妻心切的宁缺不想浪费时间，是以他直接弯弓搭箭，直至石坪旁的红衣老僧。幽静的山涧顿时被一道极凛冽的杀意笼罩，老僧却迎着剑尖，坚决不让步，口可断，血可流，规矩不能破。就在宁缺有些为难之时，要不让我试试？你是？我跟你下。请过来吧。棋盘上落着数枚棋子，看似散乱，其中却隐着别样的意味。桑桑的小脸看着那些看似杂乱的棋子，眼睛渐渐明亮起来。老僧坐在棋盘对面，神情平静冷漠。这盘残局，他落子复盘不下1000次。此时看着那枚新落的棋盘上的白色棋子，确认这是一步无法挽回的死路。山涧畔一片安静。此局已终。桑桑，没事，下。这棋倒真的有些意思。书院五师兄曾经说过，桑桑在棋道上的天赋远胜宁缺，而这个天赋究竟高到了什么程度，他自己也不知道。桑桑落下第2子，与先前第1子隐隐相应，完全把棋势打乱，然后另立道路。引和道门盈亏之力，又带着死中求生的勇气，白棋散落满盘，想要重新组合成有序的模样，需要极为海量的计算，而那种计算量根本不是人类能够完成的事情，除非下棋之人可以无视这个世界的规则。终究人算不如天算，桑桑以天算之术破了这道残局。2人在山间行走了片刻，便看到崖林间有座古亭。瓦山3局的第2局便在这间亭子里，而对手则是100余年来公认的瓦山第1高手洞明大师。山势渐高，秋风渐寒，宁缺取出毛毯罩住了桑桑，望着老僧说道：“他身子有些虚弱，大师不要见怪。既然身体有病，哪能吹得风啊？”宁缺看着这防风屏竟是由厚棉布制成，然而修行者能够感知天地元气，极难生病。那么这块提前备好的防风屏是给谁准备的？自然是桑桑。
难道说那位岐山大师真有未卜先知之能？棋盘上的黑白棋子渐渐增多，却依然保持着均势。桑桑不可思议的计算缜密到了极致。黑棋落下第一死时，便已经想到了摆布之后，其余的线索隐藏在缥缈的棋道中间，普通人根本无法想象，如同天意降临世间。对弈结束，双方棋势相差无几，没有人忍心破坏黑白二色完美的圆融，所以没有人输死，自然也就没有胜负。能和这样的对手下一盘棋，可谓人生最后一盘棋，还有比这更完美的结局吗？平局。终于来到了瓦山峰顶，一位老僧站在洞外，不知已经等了多长时间。老僧自然便是岐山大师。当年红腮大师为了拯救苍生，身染重疾后还硬扛滔滔浊浪整整1夜时间，修为几乎全废，落下了一身旧疾，直至今日。桑桑睁大眼睛，好奇地看着这名老僧，觉得好生亲近，就如同看见了老师一般。桑桑是个很透明的人，别人对他的善意或恶意，能直接在他的心里呈现出来，所以他没有看错过人。你必须完成一局棋，胜者，老夫方可为其医治。这时，来自悬空寺的戒律院首座老树大师以及他的老相好曲奴，带着天晴法器于兰陵出现，嘴上说着是来观棋，实则想用此法器验证宁缺冥王之子的身份。倘若要观棋，须得要做正人君子。是。就在桑桑指尖离开黑色棋子的瞬间，最后一片枫叶飘然落下。桑桑缓缓地闭上了眼睛，昏睡了过去。桑桑怎么了？他去了另外一个世界。桑，他去了棋盘里面。此时的桑桑凭空出现在一座山上，他感受到从未有过的舒服，寒疾竟也消散无踪。你是谁？我是你啊。跟我走。桑桑没有离开，他知道这不是真实的世界，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他的身边没有宁缺。他在原地站了很久，久到他自己最后都忘了多长时间，只记得雨雪风霜轮转了无数次。宁缺的忍耐早已到了极限，拔出身后坡刀，向着棋盘猛地砍了下去。尘烟大作，光辉点点，坡刀被棋盘震回，桑桑没有醒来，而宁缺却睡着了。岐山大师的脸色愈发憔悴，叹息说道：“这一对痴儿。”宁缺终于进入了这个世界，找到了扔在原地的桑桑。桑桑被昊天召唤，已经丧失了部分记忆，在宁缺的不断呼唤下，才终于记起了宁缺。二人情不自禁深情相拥，渐渐在这个世界上消失。岐山大师静静看着桑桑，消瘦的脸上流露出极为复杂的神情，有看到真相后的震惊，还有隐隐的恐惧。看见二人醒来，岐山脸上的神情已经恢复正常，露出慈爱的微笑。桑桑是历史上第2个闯过棋盘连破3局的人，第1个是岐山的师弟连升32。夜幕降临，华山顶峰一片安静。岐山大师手掌虚拉了桑桑万千，发现他体内的阴寒气息早已侵入骨髓血脉，唯有修炼佛宗天晴之法，方能克制体内寒毒。因为佛法寻求的不是镇压，而是解脱，自然不会引起那道阴寒气息的敌意。桑桑并不怕死，但他不想死，因为他知道自己死了，宁缺有可能也会跟着自己一起去死，所以他无论需要承受怎样的痛苦过程，他都要活下去。所以他的回答是那般的斩钉截铁：我想修行天行之法，求大师传授桑桑天晴之法。真没想到老兵将死之年，我竟然还能收一个这么与众不同的徒儿。晚上，桑桑写了一大篇文字后方才入睡。第2天天未亮，宁缺醒了过来，好奇桑桑昨夜写的内容，便偷偷打开观看，然后沉默了很长时间。少爷是精神阵的主人，少爷是颜色大师的徒弟，桑桑有寒疾，少爷给桑桑暖脚，
少爷是桑桑最重要的人，绝对不能忘记。宁缺带着疑问去找岐山大师解惑，大师只是从袖中取出一本天琴手印递给了他，便向洞内走去。宁缺在翻看的过程中，发现在经书的夹层中隐藏着10余张黄旧不堪的书页，竟是佛祖当年看完天书后做的笔记。在用有字八法拆解了那份笔记后，宁缺竟在1夜时间内参悟了不畏、禅定、降魔、去孽、佛门4大真手印的妙义。如今桑桑大病渐愈，宁缺学佛亦有收获，心境自然平和。他觉得这段日子是自己一生最平静喜乐的时光。然而他不知道的是，这也是他日后心酸人生的开端。盂兰节正式开启。对于普通百姓来说，盂兰节是盛大的节日，而对那些大人物们来说，盂兰节只是他们相会的理由和借口。他们只是需要借助这个名义相聚，然后讨论一些真正的大事，比如永夜传说，比如冥王之死。待各方势力到场后，悬空寺监理院首座宝树大师看了宁缺一眼，缓声说道：方圆天降异象，无论悬空还是知守观，都察觉到冥王之子已经来到我们的世界上。那我们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情，把冥王之子找出来，杀死他。宝树大师并不是天下行走而不可知之地之人，未经允许不得入世。那他为何要来瓦山？只因他与曲尼不为人知的私生子死在了宁缺的手中。老太婆，你说话能别绕弯子吗？老沈说的就是你，你就是冥王之子。但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谁敢说夫子的亲传弟子是冥王之子？所以殿内根本没有人接话。那个传闻第一次被人摆到了台面上。莫珊珊静静看着宁缺，微有忧色。年逾100岁的岐山大师今天感受到了在自己漫长的一生里最强烈的一丝不安。岐山大师看着那灵，神情巨变，快将那铃铛放下！宁缺正准备反言相击之时，忽然听到一道很疲惫很轻的声音：在铃铛没有响起之前，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宁缺听到声音，身体不由变得有些僵硬。难道自己真的是冥王之子？能让岐山大师如此紧张，那于兰陵定非凡物。宁缺仍然面带微笑，在与宝树斗嘴，但他心里早已寒冷无比，甚至很恐惧，因为自己是冥王之子的传言本身就是他最大的恐惧。他看了一眼桑桑，主仆2人早已心意相通。然而宝树大师右手上的小铜铃已经慢慢摇了起来，佛殿里响起了清脆的铃声，声音里面蕴着无上法威，似乎要将震荡世间一切污秽。成群的厄运之鸟在主仆2人上空盘旋，如同地狱的使者。然而于兰陵没有影响到宁缺。冥王之子呢？嘿，冥王之子呢？谁是冥王之子？啊，老太婆，冥王之子呢？他看着身后的众人，他们的眼神很奇怪，显得有些恐惧，更多的却是惘然。忽然间，宁缺感觉到极度的恐慌，因为这一次他终于看清楚，人们并不是看着他，而是看着他的身后。宁缺转身看见桑桑他坐在地上，他的小脸很白，身前地面上是斑驳的血迹。一道佛光不知何时穿透殿宇，落在他的身上。他看着佛光外的宁缺，默默流着眼泪。佛殿内所有人都在看着桑桑，神情极度震惊。钟声在万科寺里继续回荡，厄运之鸟将桑桑完全包裹住。场中的桑桑不断地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嚎。宁缺见状，取出铁弓，福剑破空无声，絮语之间便击飞了于兰陵，打断了铃声。几乎在出剑的同时，身形众人前冲来到宝树身前，一刀向着宝树的脸砍了下去。刀势犹如猛虎，刀上的神辉有了炽烈的阳光。这是宁缺第一次将入魔后的全部实力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战败2人后，宁缺抛出身后的大黑伞，在桑桑的头顶展开，遮住了那抹佛光。岐山大师发出一声痛苦的叹息，原来他早已知晓桑桑的身份，瓦山3局便是为桑桑准备的。第1局的天算之术证明他不是人间之人，第2局的黑白相守难言胜负，
就如光明与黑暗的对峙。第3局，桑桑则是打破了世间之上的永恒规则，而在昊天的时间里，能够打破永恒规则的人，既然不是昊天，那么他必然是来自永恒寂灭的冥界。桑桑的确是冥王之女，老子不信！宁缺看着黑伞下无比痛苦的桑桑，瘦小的他无力地靠在大黑伞旁。此刻，他觉得自己被整个世界所抛弃了。想着2人16年来的艰难困苦，相濡以沫，哪怕她是冥王之女又如何？宁缺只知道她是自己的桑桑，是那个他从死人堆里捡来，一口一口喂大的桑桑。今天，我要为你与整个世界为敌。是，你走吧。我怎么会丢下你？我不会让你死的，我不会让你死的，我不会让你死的。桑桑是冥王之女，可她也是老夫的徒弟。桑桑，师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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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冥王之女，你必死！我要你死！如果你们全都要与桑桑作对，那我们只能与你们开战。宁缺神情漠然，将此刻所有的烦躁和杀意尽数灌注进了刀中。入魔后的宁缺拥有了难以想象的恐怖速度与力量。此刻他不计浩然气的消耗，将身体发挥到了极致，为的就是护住场中央的桑桑，抓住机会甩出大黑伞，冲散了包围，乘机逃出了大殿。就在众人欲追击之时，一道神符挡在了众人面前。莫山主，你也要和全天下为敌吗？我今天就是要让13先生和桑桑离开这里，哪怕与全天下为敌。莫珊珊出手便是自己最强大的本命神符，念力消耗巨大。听着曲妮的话，脸色变得有些苍白。然而看着宁缺背上的桑桑又可怜的模样，他的表情渐渐恢复平静。他清楚自己并不会后悔。夜晚的宁缺念力消耗过快，体力已经渐渐不支。这时清醒过来的岐山大师用尽全部的念力打出一掌，助宁缺桑桑冲出大门。刚逃出浪科的2人就被一道如金似玉的佛光笼住，一个相貌普通的僧人出现在了眼前。僧人法号七念，乃是魔宗的天下行走。此刻场中佛光万丈，宏伟无限，无数金色的光线冲刷着桑桑的身躯。桑桑脸色皱白，已是奄奄一息。强如元石3界，竟也无法突破这方扭曲的空间。宁缺撑开大黑伞，佛光不停地冲击着伞下的2人。宁缺握着伞柄的右手微微颤抖，丝丝佛光从伞面的缝隙里透了进来，散落在桑桑的肩头。他的脸色愈发苍白，身体骤然僵硬，此刻已是命若悬丝。大师兄，小师弟，再坚持一会儿。七念见状，双手在身前做莲花绽开，结出一道强大的真言手印，隔空灌注进了佛光大阵，再次加固了阵法。而大师兄在极短的时间内，难以想象地向着阵法冲击了数千次，身体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却依然没能破开此阵，因为此时的大师兄还没有真正的学会打架。就在这时，有剑自天外飞来，二师兄终于赶到了。绝末的剑法打开大河，宽直的铁剑离手腾空而去，霸道无匹的剑意狂向而至，冲击了大阵。君子可欺之一方，君子一方击之。暴烈的剑意混合着浩然剑气，一剑斩破了佛光大阵。七念眼眸里闪过一抹金色，禅心受损，喷出一道鲜血。宁缺见状，赶紧乘坐大黑马逃离。就在这时，有剑破云而出，带着一道道流光，直刺车厢内的桑桑，不断冲击着车厢壁上的符印线条。天地间都是密密麻麻的剑意。面对冥王之女降临，即便是世间第一剑圣，也没有办法再继续保持沉默了。大师兄见状，已无惧倾尽全力，
以全身骨头尽断为代价，终于来到了柳白面前。南极间隔幽静的小潭边，我身前一尺，是我的世界，即便是观主和掌教，也不敢站在这里。你就算再快，也没有意义。我想试试。你这样会死的。至少我现在还没有死。整个书院全都是疯子。请剑圣大师收剑。明女将士，希望你们书院的选择没有错。随着岐山用尽最后一丝法力，将二人送入了棋盘世界。柳白再也感觉不到冥王之女的气息，自然不会再强行出剑。只是他心中疑惑，为何德高望重的岐山大师会袒护冥王之女？与此同时，宝树与曲妮也已赶到，口口声声奚落着桑桑莫须有的罪状。君莫为人方正严谨，奉君子之道，根本听不得二人的废话。一道剑意扫过，悬空寺戒律院首座就此毙命。曲妮抱着宝树大师老泪纵横，忽然抬起头来，看着君莫悲愤骂道：“你们是吗？荒唐！难道以为全天下书院是无敌吗？我书院本就天下无敌。你们是吗？荒唐！难道以为全天下书院是无敌吗？我书院本就天下无敌。师叔，你今日为什么要这么护着冥王之女？我做的也是为了守护人间，只不过对于如何做这件事，我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也许说的老不懂，但时间将证明，我向往真正的光明。说完这句话，岐山大师缓缓闭上眼睛，圆寂了。数十年前，岐山大师拯救苍生，却染上重疾，如今已然年老体衰，又强行开启棋盘世界，守元终尽。夫子的本意是让宁缺带着桑桑去浪科寺，去掉他体内的那道阴寒气息，因为夫子知道佛宗有应对冥王烙印的方法，便是待桑桑佛法精深后，将他藏在棋盘世界，隐瞒过冥王的眼睛。不曾想，宝树带着剑灵来的瓦山，造成了当下这种局面。主仆二人从棋盘消失的那一刻起，再也没有人在世间看到那辆黑色马车，像是人间蒸发了一般。而向来行事慢条斯理的大师兄，今天却成了世间最着急的那个人。他着急的自然是宁缺的生死，从此踏上了寻找小师弟的漫漫长路。数日之后，曲妮提着宝树的棺材来到唐国，要求书院交人。面对紧闭的城门，他破口大骂：“李忠义，你是一个千古昏君！”无奈他辈分太高，无法用强。唐王便将此事交由侍卫统领许崇山处理。入夜时分，你就在王宫门口放那口棺材，像话吗？不像话，真不像话！我气得半宿没睡着觉，我真想一把火给他烧了。好啊，烧？谁烧啊？烧吧，刚才说的你烧。这下是真烧成了灰，连棺材板都烧没了。次日，曲妮再次带人来到宫门前，发现只剩下一团渣的宝树，怒不可遏，大骂唐国及夫子。整个人世间都没人敢对夫子不敬，你竟敢对夫子口出狂言！他就是个老东西！不起！曲妮，你这个疯婆子，竟敢骂我！夫子一棍子将他打回了月轮国，车票钱都省了。滚回你的月轮国去！烂柯一役，寺中僧人死伤惨重，而宁缺和桑桑失踪已经整整1年。这一年，世间发生了太多事情。莫珊珊因庇护宁缺一事而被西陵判处裁决3剑之刑，天下3痴：痴于道、痴于书、痴于花。他又不是痴情之人，是以行刑当日被道痴与花痴各自挡下一剑，保住了性命，但也被判押入幽阁，永世不见天日。同时，叶青也在这件事后对自己的道心产生了动摇，对西陵的教义产生了怀疑。另一边，隆庆逃入荒原，成为了所帐王庭的军师，将一帮蛮勇却毫无组织的草原骑兵训练成了极有组织、纪律性的铁血军队，并且用灰眼功法稀释了王庭大祭司的深厚功力，境界已然突破到了知命中计。
另一边，陈皮皮与唐小棠情感日益升温，但要娶这位魔宗的少女，必须要得到他父亲观主的同意，是以他不得不回去只手灌一趟。而这一次回去，很有可能再也无法回来。大师兄也已寻找了宁缺整整1年，游遍诸山，阅尽四海。他疲惫又憔悴，满身风尘，却从来没有停下过脚步。当日岐山大师最后打开棋盘世界的同时，开启了天琴法阵，将主仆2人传送到了一处荒芜的地界，竟是传到了不可知之地悬空寺的附近。而棋盘一面便是人间1年。黑色马车在荒原上孤独地前行了数十日。一日，桑桑外出打水，遇到了一名面色苍老、色衣破旧的老僧，乃是一名悬空寺的苦修。见到桑桑后，老僧悲悯的神情突然变得杀意凛然，掌心一道道寒冷凌厉的符意气息不断地向着桑桑体内射入。不为本命的宁缺感受到桑桑的异样，迅速挽弓搭箭，向着数十丈外的老僧疾日而去，瞬间穿透老僧的胸膛。大师兄也终于循着元神3剑的气息找到了宁缺。此时的桑桑气海被封，已经陷入昏迷，体内的阴寒气息越来越重，脸若冰霜。那股阴寒气息已经超越了人间的范畴。大师兄用尽了最后一丝念力，打通了他的气海雪山。谦谦君子大如风范，为了小师弟，他几乎耗尽了自身。大师兄，没事。桑桑，桑桑，我找你们找了1年。我们不是刚从棋盘里面出来吗？棋盘一念，即是人间1年。他们追来了，你们快走，带桑桑去月轮国修习天青宗法，可以助他抵御体内的寒气。快走！大师兄，保重。数日后，2人来到月轮国首都朝阳城。自从神殿昭告天下，桑桑是冥王之女的那一刻开始，满街满巷都张贴了桑桑的画像。主仆2人找了一间破旧不堪、满是灰尘、安静的就像阴宅的小院住了下来。一群黑色的乌鸦落在院中的树杈上，挥之不去。一名老僧缓慢走出极西荒原，手持锡杖，他的双脚似乎与荒凉无垠的大地紧紧相连，每走一步都是极为缓慢。悬空寺讲经首座既然来到了人间，逃到朝阳城的主仆2人就地安顿了下来。桑桑每日诵读诗经，体内阴寒气息也逐趋稳定。数日之后，西陵统帅罗克迪以及悬空寺天下行走7念也已赶到了此地。朝阳城的守卫比刚到时显得严密了很多，到处可以看到西陵道门的人。桑桑的画像前围满了看热闹的朝阳群众，宁缺知道是时候离开了。西陵搜索进行得非常仔细，每家每户都被撬开，朝阳群众也自发加入到了队伍中。一群黑色乌鸦跟在桑桑头顶盘旋，众人注意到了那群乌鸦的异状，就像指路明灯一般，无论宁缺往哪奔跑，总能被人看见。各式各样的敲击声在大街小巷里响起，无数的青菜鸡蛋向着2人砸了过来。转眼之间，街道之上落雾成雨，宁缺趁乱掀翻衣架，带着桑桑躲进了一处窄巷内。是不是觉得有些难过？因为别人的态度而难过的都是好人，可我们是坏人，就应该有坏人的自觉，所以才能不难过。我们是坏人。不知何时，那些黑色乌鸦再次飞了过来。宁缺见状，带着桑桑一路狂奔，用大黑伞破了白塔寺的禁制，冲了进去。他转身望向后方，看着那些愤怒的民众以及僧人都无法进入，便稍微放松了些。月轮国乃是佛国，而位于朝阳城的白塔寺便是佛国首寺，因而白塔在修行界的地位极高。举尼便是出自此寺。幽静简朴的庵堂内空无一人，突然一股凌厉的破空之声响起，一道铁杖携着凝结的天地元气当头向着宁缺头上砸来。
侧身躲过攻击，手上的破刀自上而下，重重的砍在那根铁杖上，本命铁杖应声折断，左手闪电般击中腹部，回身一刀制服了曲妮。你以为绑架我曲妮就可以安然无事的离开朝阳城？不可能！双手被束缚的曲妮脸上神情虽然怨毒，但眼眸深处却能隐隐看到死寂的绝望。兰克斯一战，老乡和宝术大师当场身死，曲妮心痛难安，又念及道士之死，更是心灰意冷。归国之后，他便在这间庵堂进修。然而此时看着自己最恨的宁缺出现在身前，顿时生出无穷无尽的恨意，是以他乘机挣脱束缚，打开了白塔的禁制。既然我打不过你，我让你成为举世之敌。然后纵身一跃，跳塔自尽。碰死的最高境界便是用生命碰死。恭喜曲妮喜提盒饭一份。宁缺见状赶紧逃离。不久后再次被朝阳群众包围，一名孩童扔出石块砸中了桑桑的额头，一道鲜血缓缓流下。他看着那名小男孩，神情落寞，有些难过，却没有说什么。宁缺挥刀逼退了众人后，神殿追兵也已赶到，宁缺也不再多言，浩然气灌注刀身，刀锋破空呼啸。进入致命境的宁缺几乎是铜镜中无敌，何况是这些喽啰。忽然众人侧身让开道路，双膝跪地，口中默念佛经。讲经首座佛宗的至强者正缓缓走来，一道道金色的佛膝在身前垂落。在月龙国国民的心中，老僧便是人间的佛。此时宁缺已经拉满铁弓，瞄准着讲经首座。他知道自己正面临着此生畏惧的最强敌人。在月龙国国民的心中，老僧便是人间的佛。此时宁缺已经拉满铁弓，瞄准着讲经首座。他知道自己正面临着此生畏惧的最强敌人，所以他没有任何犹豫，一照面便动用了自己最强大的武器。不见骤然消失，下一刻便来到老僧的身前。讲经首座身上的袈裟缓缓飘起，风驰电掣间便来到了宁缺身后。看着这幕不可思议的画面，宁缺握着铁弓的左手微微颤抖起来。我真没想到，您也会涉足红尘。冥王之女都出现在人间，我又如何能不来？传闻你已入墓，不思悔改。既然如此，我便送你归去。那你得问问我想不想去。话音刚落，体内的浩然气喷薄而出，身体化作一道残影，瞬间掠至首座身前，双手高举拖刀，夹着无比炙热的昊天神辉，斩向首座的头顶。坚硬沉重的拖刀就像是砍到了一座古钟之上，然而首座的神情没有任何变化，甚至连眉毛都没有颤抖一丝。全力甩出的破刀根本没有办法靠近讲经首座，刀声嗡嗡作响，他的身体在微微颤抖。讲经首座已经修至身心金刚不坏的佛门至高境界，这名佛宗的至强者在修行界里的地位与只手观观主以及书院夫子相仿。这样的人亲自出手，又岂是宁缺能够应对？讲经首座缓步向着宁缺走去，杖尖敲击大地，顿时以首座为中心，无数的金色佛息向四周焕发散开。宁缺连退数丈，再次退回先前的位置，不停地吐着血。天晴棋盘在哪里？在我深深的脑海里。你这冷不丁的冒一句歌词出来，让我很难接啊！接不上歌的讲经首座恼羞成怒，举起锡杖对着宁缺，一道道的佛家气息从他的杖尖散溢而出。而这道道无上佛威之下，宁缺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力量，只能痛苦地趴倒在地，脸色苍白，气海雪山马上就要被毁灭。但宁缺没有绝望，他还有最后一丝希望，因为他始终坚定地相信大师兄一定会来。一名穿着旧棉袄的书生不知何时来到了场间，挡在了宁缺身前，抬手抵住了无尽佛威。有清风吹拂而至，佛光渐消，讲经首座收回了锡杖，看着大师兄的背影，宁缺紧绷的神经骤然间松弛下来。直到此时，他终于有了可以依靠的人。只是此时场间局势依旧紧张，即便大师兄来了，也不见得能够胜过那名已入金刚不坏境界的讲经首座。大师兄，能让你来的方式带我们走吗？这一年来，我穿行世间，没时间修补本心，有些力不从心了。很简单的答案，然而此
怎样的劳累，才会让一个五境之上的绝世强者都出现境界不稳的征兆？宁缺怔怔看着师兄憔悴的容颜，感动至极，无法言语。老师要我把桑桑带回书院，不可能。那就试试，我们是否能离开。小师弟，你带桑桑先走。我虽然打不过蒋介手缩，但至少可以拦住他。话音刚落，大师兄卷起一阵狂暴的劲风，包裹着宁缺二人，将他们送出了城外。不愧是夫子守护，回书院休养吧，请替我向夫子转达问候，告诉他，人间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就在他如今的犹豫之中。主仆二人逃上大黑马，一路狂奔，后面4名骑兵紧追不舍。突然，3名红衣神官拦住了后面的追兵，洁白的光焰从他们的手掌里缓缓燃烧升起，灵剑里带着一抹决然。他们的身体大放光明，燃烧生命，自爆身躯，拦住了4名追兵。桑桑看到了3名神官临死前望向自己的眼神，他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他们是光明神殿的人，他们坚信光明永远不会犯错，坚信桑桑是光明的传人。光明永远不会犯错。黑色马车继续向着荒原深处前进，没过多少日子，来到了一片雾障笼罩的沼泽地。空中盘旋的黑色乌鸦令他的心情愈发压抑烦躁。这时，在幽静的水潭对岸，隐隐绰绰出现了一个影子，正是穿着裁决神袍的叶红鱼。世间诛杀冥王之女，佛宗连悬空寺讲经首座都请了出来。道门身为昊天的仆人，自然不可能毫无动静。他看着水潭对岸的叶红鱼，有些惘然，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等人，自然是为了杀人。我最不喜欢就是你这一点，动不动就喊打喊杀。我不需要你的喜欢。在这个烂泥塘里等了我们这么多天，真是情深意厚，所以想请你洗个澡。我怀疑你俩在谈情说爱，因为这句话普通人听了定会勃然大怒，更何况说话的对象是一个穿着裁决神袍的美人。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包括宁缺在内，没有任何人能够想到。叶红鱼脸上的寒霜渐渐消散，带着浅浅微笑，他把手伸到领间，开始解下神袍。单薄的血色神袍迎风而去，露出洁白如玉的身体。水潭对岸，宁缺和桑桑当场呆住，叶红鱼毫不在意他们的目光，没有任何遮掩，浑身赤裸着走向潭水里，然后开始自顾自地清洗起来。真好看。的确很好看。道痴，痴于道者，注重的是精神修行，追求的是道心无碍的境界。在叶红鱼看来，自己的身体只不过是张好看的皮囊罢了。宁缺跟他插科打诨了半天，只是希望说服他能够放过桑桑。他知道潭里那个女人很可怕，因为她和自己是同一类人，而且叶红鱼的境界修为又始终压制着他。然而最终还是没有成功，只因为桑桑是民女，而他是裁决神所，这是原罪。叶红鱼开始穿衣，当神冕重新戴上之时，他又变回了恐怖的裁决大神官。宁缺自嘲一笑，摇了摇头，转身回到马车，取出铁弓。弓弦已经紧绷，面色显得格外冷漠。福剑带着金色湍流向着叶红鱼飞去，叶红鱼一个飘逸的后翻躲过来线，在原地化作一道虚影。下一刻，他的身形从浪花中探出，透出道道残影，带着凌厉的剑意刺向宁缺。来不及反应的宁缺遭到重击，胸口一阵烦闷。电光火石间，二人在沼泽里不知交手了多少个回合。宁缺依靠身体强度拼命进攻，而叶红鱼则是完美的发挥着自己的战斗意识，道门万法绵绵而出，每道法门都要置他于死地。他们二人太过于擅长战斗，宁缺从小到大的生活就是不间断的生死战斗，所以几乎拥有相同的心理素质和战斗意志。然而宁缺的实力境界终究差了一线，渐渐落了下风。微黑的鲜血从桑桑的唇角流出，心系少爷安危的他不顾自身伤势，黑色但依然圣洁的昊天神辉从他的身上喷涌而出。一声大喝，数团黑色神辉击中了叶红鱼，叶红鱼顿感识海一阵溃散，昏了过去。而神辉用尽的桑桑身体极度虚弱，同样昏了过去。宁缺将他抱上马车继续赶路，而桑桑最近的记忆也越来越差，
醒来后的他竟对刚刚经历的一场大战毫无印象。几日之后，二人终于回到了幼年一直生活的地方渭城，这才是他们真正的故乡。舒碧湖的砍柴人回来了，他们虽然在岷山里过着冷酷血腥的生活，直到来到渭城同居，他才第一次品尝到人间原来也有温暖。在这座边城里，他们生活了很多年，也拥有了自己的家。渭城才是他们真正的故乡。此时的渭城军营里，守备官马世香正面对着诸多的势力代表。西陵神殿以及昊天道南门一致要求马世香在宁缺入境时将主父二人捉拿甚至击杀，而大唐军方只听从陛下的旨意，在没有收到指令前不会有所行动。老马假装喝醉了，耍着酒疯，疯疯癫癫地走出了军营，然后立刻带兵去接应宁缺。看着久别重逢的老马，宁缺的情绪异常复杂。看着远处那座土城，那边是他和桑桑的家乡，现在却归不得，因为他不想把这场灾难带进大唐，带进渭城。我和桑桑这次惹了一个很大的麻烦，大到没法子解决。我绝对不能回唐国，更不能回渭城。老马看出宁缺的犹豫，二话不说，直接派人把宁缺二人装进麻袋扛进了军营。当晚，老马设宴为二人接风。渭城将士们不在乎什么冥王之女，他们只知道宁缺跟桑桑是他们从小看着长大，一个成了13先生，一个成了光明之女，是渭城有史以来最大的名人，是渭城之光。众人说着舒碧湖的故事，以回忆佐酒，用往事满岁。回到当年住的小屋，屋里干干净净，依旧和当初一模一样。触景生情，不由得想起当年在这里相依为命的历历往事，百感交集，已怅然若失。第二日天未亮，宁缺看了眼依旧熟睡的马世香，带走了刻有他名字的木牌当作念想，没有惊动任何人，悄悄离开了渭城，再次启程，一路向东。话说宁缺不想连累老马，4日便离开渭城，一路向东。第二日，西陵神官怀疑他包庇冥王之女，马世香却是一问三不知。与此同时，唐国都城消耗巨大资源，开启了传送阵，只为了送一张纸条前往渭城。马世香打开一看，上面只有唐王亲笔所说的3个大字：让他去。识字不？赶紧从渭城给我滚蛋！啊！如若不然，我把你们几位扔到岷山去。数日之后，主仆二人来到了冰天雪地的东荒，这里是荒人的地盘，遇到了魔宗刘德华。为了获得荒人帮助，宁缺一见面就开始了套近乎。说起你妹妹唐小唐，我可是对她格外照顾，一直劳心劳力的对她言传身教。我妹妹进入书院之后，她便拜在了于连门下。不过我很庆幸的是，夫子没有把我妹妹交给你这个倒霉鬼。原本以为荒人祭拜冥王是因为尊重崇拜，不曾想却是因为惧怕而祈祷。犹豫不决的唐决定将他们交由大长老定夺。营地大帐内，对于收不收留冥王之女，帐篷内的荒人们是完全截然相反的意见，争执一直在持续。最终大长老不想给荒原和族人带来灾难，便让唐把宁缺和桑桑送走。忽然宁缺的包裹内掉出来一枚通体纯白的扳指，大长老看着那枚信物，身体微僵，明白所有这一切原来都是冥冥中早已注定的事情。这便是命运。既然如此，哪怕灭族，我们也要保护冥王之女。双方歃血为盟，宣誓哪怕灭族也要保全冥王之女。不久之后，整个世间都知道了，宁缺带着冥王之女进入了荒人部落。同时，西陵神殿昭告天下，号令各国进军荒原。这不仅仅是对荒人的战争，而是救世的圣战。诛杀冥女，救世圣战。收到西陵消息的唐王决定御驾亲征，看似是去荒原剿灭魔宗及冥女，实则是为了掣肘西陵，以防西陵拿桑桑做文章，趁机侵犯唐国国土。朕要御驾亲征。陛下，万万不可啊！陛下，国师得知此事，拖着重病之躯推演卜了一卦。凶卦，是凶卦。你即刻进宫，一定要劝阻陛下，万万不可御驾亲征啊！师父，岂料何明池向唐王谎称国师算出的是吉卦，唐王大悦，
赏赐了一颗凝气丹，让他转交给国师四补元气。何明池回去后，却告诉李青山，他没能阻止唐王，甚至龙颜大怒。李青山垂头丧气，感叹一切都是天意，而他更是私吞了唐王赏赐的丹药。果真是中间商赚差价，唐王危矣。西陵联军与荒人之间的战争终于爆发，没有任何谈判，也没有任何试探，双方数10万的军队在荒原上开始了厮杀，每时每刻都有无数人死去。就算平日里那些骄傲的修行者，也随时可能变成战场上的无名尸体。随着时间的流逝，战事愈发残酷，甚至就连部落里的妇人都已经在准备披甲兵器，随时可能上前线加入战斗。营地的气氛越来越压抑，无时无刻都能听到隐隐的哭泣声，而桑桑的病也越来越重，无论是道门神术还是诵读佛经，都已经无法压制那道阴寒气息。目睹荒人被战争摧残的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自责的桑桑不想再逃了。天下之大，也没有容身之处，逃亡没有方向，没有终点，那就失去了意义。于是主仆2人向着南方那片战场而去，向死而生，或许还能寻到生的机会。双方主力终于在荒原上相遇了。西陵神殿动用了最强的护教骑兵，而荒人部落也派出了最强战士华仔。斧与刀相击，剑与矛相遇，无数声沉重的撞击声在荒原上响起，无数的战马惨死着倒下，无数战士被马蹄践踏成了肉泥，浑身浴血的唐在战场上横冲直撞，刀身上的血色符文骤然明亮，威势骤然增加，一路震飞数名西陵骑兵，联军阵型顿时大乱。这时，一辆黑色马车缓缓驶来，后方跟着遮天蔽日的乌鸦。黑色马车所过之处，荒人纷纷跪地叩首行礼。西陵神殿营阵也陷入安静，整个人间都在追杀那辆黑色马车，包括这场惨烈到了极点的战争，都是由那辆黑色马车而起。车门打开，穿着黑色球衣的桑桑走了下来，无数的黑鸦遮住了荒原大半边的天穹，在桑桑头顶不停飞舞盘旋。宁缺此时藏身在荒人后方，原是3箭闪电般连射数箭，掌教单手轻轻捏住射至面门前的铁剑，手腕翻转之间，佛剑便失去力道落了下去。第2箭射的是叶红玉，叶红玉侧身躲过来剑，只听得一声剑响，神辇被炸成无数碎片，场间一片混乱。此时的宁缺再次隐去了身形，既然找不到宁缺，那么便让他自己现身。掌教手中的神杖闪闪发亮，挥手之间，一道笔直的金色气浪掀起无数的泥土和草屑石粒，向着远处的桑桑袭去。就在气浪即将临身之时，一道身影从天而降，宁缺用破刀挡在了桑桑身前，狂风呼啸间，宁缺连退10余丈，终于抵住了这一击。你们谁要敢动桑桑，就先从我身上踏过去。13先生，你终究是个小归去。只见掌教神杖进入天穹，一道狂暴的雷音向着桑桑袭来。宁缺赶忙撑开大飞伞抵挡，无奈音浪太强，仅支撑片刻后，宁缺便被雷音击飞，重重摔倒在地。桑桑头顶盘旋飞舞的黑鸦突然冲了下来，如飞蛾扑火般对着那道狂暴的雷音不停扑扇着翅膀，每次扇动都会带着桑桑身体里散发出来的阴寒气息。渐渐的，雷音渐散，能量渐消，桑桑虚弱的倒在宁缺怀里，眼泪划过微黑的小脸，落在了宁缺的身上。我坚持不住。桑桑，我们是很辛苦才活下来的，你一定要坚持住。我做错了什么？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桑桑体内的阴寒气息彻底爆发了出来，无穷无尽的黑雨寒从体内释放注入天空，把荒原的天空染得漆黑一片，天地失去了色彩，犹如末世来临。他看到那些人脸上写满了惊恐与不安，他知道如今的人间没有人会再喜欢他。现在就算别人都不喜欢你，但只要我还喜欢你，那就和以前没有任何区别。就算你喜欢我，也没有人愿意让我再留在这个世界上。掌教见状来到阵前，
双手持杖，忽然跪了下去。一道圣洁的光柱从神杖体外生出，照耀在天穹之上，无尽的威压自天而降，落在荒原上，犹如神国降临人间。此时的画面已经超越了修行者对至高境界的想象，这已经不再是神术，而应该称之为神迹。一声嘹亮的龙吟从他身后传出，如雷一般来到荒人正前，隐隐能够看到一条巨大的龙首正缓缓探出，黄金龙首缓缓转动，扫视着荒原上的人类，神情漠然地释放着恐怖的威压。另一阙铁弓缓缓拉动，锋利的剑簇迎着四天而降的光明，显得有些暗淡。令修行界闻之色变的元神三剑根本激不起任何涟漪。金沙一般的龙息在荒原上漂浮，不停扫荡，所过之处飞沙走石。龙息落在荒人的身上，不断夺走他们体内的天地元气。天地之间生出了一道旋风，靠近之人便被那道龙卷风吸上而走。桑桑的双脚离开了地面，飘到空中，衣裳在旋风中瑟瑟摆动。桑桑向天上飞去，向黄金巨龙的嘴里飞去。宁缺跳了起来，抱住他的腿，想要把他拉回地面，但他做不到。桑桑依然在向天上飞去，宁缺没有放手。既然抓住了，那么就永远不会放手，哪怕死了也不放手。桑桑回头望向宁缺，眼含泪水，神情无助。宁缺抱着桑桑，顺着龙息向天上飞去。他知道死亡马上就要来了。突然，一道青光闪躲，打断了龙卷。欺人太甚！呸！夫子悬于半空，高大的身影似乎将要触到天穹。夫子终于做出了选择，不再躲避。是，您来了。想来想去，终究想不明白，所以便来了。也许我的选择最终会被证明是错的，但至少现在，我想这样选：打我的小徒弟，谁都不行。光明威压人间，无数人双膝跪地。然而现在却有一个高大的男子站着，在庇护着冥王的女儿，这是对昊天神国威严的挑衅。黄金巨龙燃烧起愤怒的神火，一声悠远的龙吟响彻在天地间，随之而来的是一道威力恐怖的龙息，然后所有的金色龙息都被夫子身前一股无形的力量相融净化。畜生，进来！没人能在昊天的世界里不是昊天的规则，但夫子做到了，因为他是人间的神，世间唯一的无举剑。云破天暗，九剑自南方万里而来，那是柳白以自身精神气魄烈养的绝世好剑。那剑古意盎然，今天破云而至，落在夫子的手掌里，微微微凝，表示自己的臣服以及能被夫子御使的骄傲。夫子终于出手，一动便位于九天之上。夫子第一剑裁天。夫子举起手中的人间之剑，向着巨龙迎了上去。挥袖间，一道横亘天地的剑痕，似要把天空戳破。黄金巨龙身躯上多了数万道细密的裂痕，由昊天神辉凝成的盔甲也开始迸裂。夫子第二剑斩神，夫子迎风而上，站在黄金巨龙的头顶，手上的人间之剑刺进黄金巨龙颈间。巨龙低笑一声，愤怒低吼，拼命地挣扎起来。夫子的剑在龙身上游走，片片龙鳞剥落。黄金巨龙愈发痛苦，在高空上急速飞向翻转，然而怎样也无法摆脱那把人间之剑。夫子第三剑屠龙，夫子挥袖间，掌中出现一道横贯天地的剑意。夫子以身作剑，化作一道长虹飞向巨龙。黄金巨龙分解锋利，然后不停炸开，最终归于寂灭虚无。被光明与黑暗割裂的天空终于恢复了正常。而夫子带着宁缺二人早已消失不见，世人都在猜测夫子到底有多高，却不知夫子早已与天比肩。今天他总算做出了决定。夫子终于做出了选择，剑分天穹，三剑屠龙，展现了人间巅峰的战力，救走了桑桑。而蓄谋已久的西陵作为昊天的仆人，对唐军不宣而战，联合龙气掌控的金帐王庭，向着驻守的大唐军队发起攻击。另一边，夫子将黄金巨龙的昊天神辉凝成光团注入了桑桑体内，算是镇压了冥王烙印，顺手把人间之力灌了进去。什么是人间之力啊？我就是人间，我的力量就是人间之力。那道人间气息包罗万象，有着人间的一切，人间最乱也最真实，能让纯净变得不再纯净。想到此处，夫子开心地笑了起来。
醒来的桑桑看着开怀大笑的老少二人，也跟着笑了起来，但他的笑容有些怪异。夫子看着桑桑，沉默了很长时间。此时他的心中已经有了决断，于是，在1天的时间内，夫子带着二人去了荒原极北之地，品尝了世间最美味的烤羊腿，又去了宋国品尝名菜。途中，夫子跟宁缺谈起了昊天。昊天俯瞰世间，那些看似强大无匹的修行者，在他眼中也只是蝼蚁一般的存在。人活着要吃东西，他活着也要吃东西。羊吃的是草，而狼却要吃羊。昊天的生命补充来源于天地元气，而他无法直接使用天地元气。普通的修行者在他眼里是食而无味的羊，而越武境的强者开始创建自己的规则，天地元气也更加精纯，同样也成为了昊天眼中的美味。而到了夫子这种程度，就不再是普通的羊了，而是进化成了喜羊羊，已经对狼造成了威胁。昊天当然不允许这种打破规则的事情发生。夫子当然是人间最美的味道。说什么呢？三人接着来到了极北热海之畔，在品尝了几经灭绝的牡丹鱼后，二人在海边嬉戏，正欲拥吻之时，没成亲吧？我们已经定过亲了。定亲和成亲可是两回事哦。今天在这儿，我和桑桑拜一个便是。有我在，还用得着拜什么天地？来，为师今天就要看着你们成亲。日落时分，热海之畔没有红烛，也没有宾客，只有坐在马车前的夫子。宁缺和桑桑跪地，对着夫子磕了3个响头，就算是拜过了长辈天地。清风掠过，夫子消失不见。打扰你们了，快逃吧！夫子的声音混着马蹄声，渐行渐远。这一夜，宁缺将昊天彻底流散了人间。下一站，他们来到了桃山脚下，在一家千年老店买了3份烤红薯。7年之前，夫子就在这里认识了一位李姓青年，觉得他很有意思，便帮他建立了一个能够抗衡西陵的强国。这个青年就是唐国太祖。最后3人回到了老比斋，而桑桑似乎已经忘记了这里的一切。宁缺很快做了几盘简单的家常菜，但夫子却未吃一口便离开了。这些年，夫子一直在找战胜昊天的方法。7年的修行，夫子已与人间融为一体。昊天要杀他，只有毁灭这个世界。世界不存在，昊天自己也会毁灭，所以昊天只能想办法找到夫子，邀其上天一战。你说为师破了这天如何？您想破了这天？那样的风景一定可以存在。那冥王又是怎样的存在？没有冥王。没有冥王？如果没有冥王，怎么会有他？夫子的笑容很温和，神情很宁静，但宁缺的心情却骤然一紧。他心中已经知道了答案，宁缺觉得自己的嘴里一片苦涩，想要说话却发不出声音。他看着桑桑，眼中的情绪很复杂，有些陌生，有些畏惧，还有一些挣扎。冥就是冥，冥王就是冥王。这一战不可避免了。现在他知道我在哪里，我也知道他在哪里。这一场战斗势在必胜。与天一战，您有信心吗？从来没有真正打过，哪里来的信心？其实我也没有信心能够战胜。你终于现身了，你终于现身了。在荒原，我便知道是你。在荒原时，夫子便已经看穿了桑桑的真实身份，于是这些天带他吃遍了人间美食，赏遍人间美景，更是让他与宁缺成亲，体会到了做人最大的快乐。神情若冰的桑桑眉头微皱，似乎夫子的这番话对他确实构成了某种威胁。这些年你一直想尽办法要找到我，邀我上天一战，其实你没有想过，我也很想邀你来人间做客。这时天空渐渐出现一道缓缓开启的光门，门后隐隐可见光明的神果。明者日月也，
日月轮回，生生不息。少啰嗦，走吧。桑桑的双脚离开了荒芜的大地，他的肤色依然有些黑，但双脚却变得洁白如玉，如两片雪莲花。夫子的笑容渐渐消失，感慨说道：身在黑暗，脚踩光明，原来如此啊！桑桑的身体渐渐发生着变化，消瘦的身躯渐渐变得丰腴，淡淡的圣洁光环围绕在身前。霎时，天地间一片光明。那个瘦削碧弱的桑桑不见了，出现了一个无论五官还是身形都完美到了极点的女子，浑身上下散发着圣洁而漠然的神气。夫子手臂一震，飘身而起，黑色罩衣在空中飘舞。夫子乘风而上，看着这幕画面，宁缺忽然觉得自己的心脏撕心裂肺的疼，痛苦的唤出声来。宁缺不会飞，只能盲目的奔跑，看着空中的二人越飞越高，渐行渐远。天空大放光明，于是整个人间都知晓了正在发生的事情。人间无数道观，无数寺庙，无数尊贵的大人物，整个世间都在回荡着一句话：感谢夫子先生。恭迎夫子先生。恭迎夫子先生。一匹手中扫帚滑落，双膝跪地，对着天空不停流泪，身体在不由自主的颤抖。远处的南海某处，观主沉默看着天空，脸上的神情变得异常凝重。他没有说那句话，因为他很紧张。为了这一天，他已经等待了太久，不到最后他无法放心。此时只手观洞窟内住着无数道门知命界甚至越武境的强者，他们都已中残，一半是伤在柯浩然的剑下，另一半则是夫子所赐。这两人是这些道门隐士强者的噩梦。柯浩然多年前遭天诛而死，今日夫子终于显圣登天，他们终于迎来了重见天日的时刻，于是放肆地释放着自己的气息。当他们忘了此时的夫子还没有完全离开人间，夫子沉声说道：我本不该再管人间之事，但既然你们愿意现身，那便善终吧。说完，一只脚从天空中落下，踩向青山，一脚道门隐士强者尽灭。夫子高大的身形最后看了一眼人间，渐渐消失在光明之中。夫子望向桑桑说道：想回天荒，你回不去了。夫子听他昊天修长白皙的玉足，减缓了他的速度后，先一步毁灭了神国的大门，将昊天留在了人间。这个世界没有冥王，昊天便是冥王。至此，宁缺再没有任何侥幸的希望。一个是自己最敬爱的老师，一个是相依为伴多年、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女人，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离去。宁缺就这样茫然地躺着，脑中一片空白，缓缓闭上了眼睛，泪水从眼角淌下。多年前，夫子登桃山，只手观被迫全力出击，死一役，道门无数强者陨落。观主哪怕请动玄夫子蒋金手做联手，依然无法在夫子命根棍子下支撑片刻。从此之后，他被迫飘零于南海，终生不敢踏足陆地一步，因为夫子不允许。当年你就用这根小木棍将我驱逐于南海，如今你离开了这个世界，还要用这根小木棍继续阻拦我？夜幕降临，一轮明月出现在夜空里。夫子还活着，他在天上战斗，只不过换了一种方式。夫子便是月，昊天的世界里第一次出现了月亮。天不生夫子，万古如长夜。夫子登天后，整个世界开始下雪。这场雪很大，完全没有断过。而这场雪注定会改变人间的很多事情，因为大唐皇帝病了，病得很重。夫子他……夫子怎么了？说呀！夫子升天了，天塌了！陛下，陛下！夫子升天了，天塌了！本就病重的唐王得知夫子升天，急火攻心，口吐鲜血。此时已是命若悬丝。唐王的身体一直不好，因为当年作为魔宗圣女的夏天，作为卧底被派去接近唐王，诱他骗他，甚至下毒害他。但唐王却是以德报怨，温柔以待。
最终夏天陷入情网，爱上了唐王，但唐王的病却一直未愈。弥留之际，唐王留下遗嘱，传位于六皇子李湖泊。我见到你的那一刻起，我的四季就只有夏天了。在说完最后的情话后，缓缓闭上了眼睛。大唐皇帝李仲义驾崩，得知此事的公主李煜强压下心中的伤痛，向着南门观走去。作为一个标准的伏地魔，他要去恳求国师私改遗诏，谋权篡位。他让他那个不成器的弟弟坐上皇位。父王，得知噩耗的国师整个人颤抖起来，憔悴消瘦的脸上满是悲伤。国师，你要什么我都答应。我要昊天到南门发扬光大，我要唐人生活无忧。你能给我承诺吗？今日国师为了不让魔宗后人继承皇位，同意了公主的请求，改了遗诏，违背了殿下的意愿。当天夜里，满怀愧疚之感的国师油尽灯枯，追随先王而去。得知王兄驾崩的亲王决定当晚发动政变，整个长安城暗流涌动，西陵联军都快打过来了，你们却还在这儿演宫斗剧，唐国危矣！两记宫斗剧后，亲王政变失败，李浑元暂时登上了皇位。另一边，西陵内监何凌迟继承了南门观主之位，并将皇后魔族圣女的身份密信给了正愁出师无名的西陵掌教。熊出没大喜，举世伐唐的大幕正缓缓拉开。另一边，宁却依旧在大声呼喊着老师与桑桑的名字。小13，小13，老师，天不生夫子，万古如长也。我们把对夫子的敬重寄托于那天上的月。从此世间便有了阴晴圆缺。夫子用他此生告诉世人，只要有向往光明的心，世间便无永夜。公主为了巩固皇权，不断拉拢权贵，而宫外她还要拉拢一人，那人便是长安城的黑道领袖曹小树。然而曹小树根本不肯进宫，因为他在等着皇后回宫，等着书院的态度。而何明池更是利用了李浑元的猪脑子，害死了唐国郑国大将军许氏。燕国则是利用李煜的昔日情谊，害死了喜之郎大将军。成今一战，号称永世不败的大唐玄甲重骑全军覆灭，但燕军也付出了10倍于敌人的代价。第二日，途经此处的曹小树目睹了这一切，看着满地的残肢断臂，曹小树只身一人来到了燕国皇宫。大殿之中空无一人，到处笼罩着一股肃杀之意。突然，数百名燕军精锐从四面八方涌出。曹小树，正是。你以为你是知命境的修行，就能独闯我燕国王宫吗？曹小树静静看着这些涌出来的黑压压人群，面不改色，沉声说道：“应该听说过春风亭雨夜的故事。此地，你孤掌难鸣，那又怎么样？杀了他！”不料打脸来得如此之快，斩雪的青钢剑在兴奋的嗡鸣，曹小树一剑化舞，在身前闪电般迂回。身前一丈是他的领域，没有一人能触到那抹青山。舞剑重新移为一剑，向着地面劈去，一声如击重隔的沉闷声响，道道剑气汹涌喷出。曹小树极少出手，但一旦他腰间佩剑出鞘，必定是一番血雨腥风。他潇洒执剑而行，道道剑气挥出，剑气穿袖而过，荡起道道雪花。三汉勇士们在遇到时隐时现的剑影面前都不值得一提。同明太子拔剑正欲出手，一道剑影飞过而至，瞬间昏死过去，以为是位高手，没想到是个战五渣。片刻之后，大殿内再也看不到一个站立着的人。这场单方面的屠杀就此结束了，场间一片死寂。这时燕国皇帝出现，挽了一位高人，在说了一大堆废话后，被曹小树一剑封喉，当场毙命。夫子登天，皇帝辞世，东北边军全军覆灭，郑国大将军许氏战死，西陵神殿联合数万大军，浩浩荡荡举世伐唐。另一边，
让在荒原的宁缺连日来食水未进，就这样躺在湿寒的雪地里望着天空，最后只好认命般拖着虚弱的身体向着渭城走去。不久后，西陵长教的亲笔信送到了长安城，上面只写了一句话：夜幕遮心，糖浆不凝，殿下降了吧。李浑元沉默不语，握着信纸的手在不停地颤抖。夫子已经登天，西陵以举世之力伐唐，大唐还能顶得住吗？此时的渭城已被西陵联军围困数日，金帐王庭派出大祭司，以术法将唐军困在城中，只待粮草用尽之时，便是总攻之日。金帐王庭那个祭司，是我们无法逾越的屏障啊！无法逾越。城墙之上风声微起，就在众人没有反应过来之前，一身素衣的皇后竟是轻身一跃，向城墙外跳了下去。看着这幕画面，老马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裙摆渐渐飘落，他向远处的金帐骑兵走去，神情宁静。金帐骑兵看着那幕不可思议画面，同样震惊，来不及思考，迅速拉动弓弦，漫天的羽箭向着皇后射来。箭如雨下，只见皇后用魔宗功法将天地元气凝于体表，将自身笼罩其中，万箭从中过，片羽不沾身。在所有唐人的心目中，皇后娘娘就是国母，是个温婉的弱智女子。然而眼前的皇后却是向着敌营发起无畏冲锋的大修行者。到了此时，哪里还会看不出来，皇后娘娘竟然是魔宗之人。皇后的速度极快，妖媚的身形在人群中穿梭，神情坚毅，唇角挂着若有若无的笑容。无论是那些锋利的弯刀，还是凄厉而至的羽箭，都无法触碰到她的裙摆，就连延缓她的速度都做不到。她就像一柄长剑的剑锋，轻而易举地刺穿了数百名金帐骑兵组成的防线。这时，队伍后面的大祭司终于出手，一道浑厚的精神念力重重地击中了皇后，顿时脸色苍白，涌出一股鲜血。就在弯刀即将临身之时，一道剑影自北方而来，如闪电般刺穿了大祭司的胸膛。宁缺终于回来了。宁缺，果然是他，这小子还活着！哈哈哈哈哈哈！宁缺回到城内，先是祭拜了先王，然后将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了解了一遍后，决定带着城中百姓马上撤离。但老马却执意留在渭城，因为他的职责就是守卫渭城，这里是他的家。再过3个月啊，老马就该高老了，我就不跟你走啊！记着，不能跟老马丢脸。门开着呢，滚！滚！第二日，宁缺带着所有驻军与老百姓离开了渭城，只留下了老马以及数十名甘愿留守的渭城百姓。渭城啊，残里。金帐王庭的骑兵还是到了，铁骑踏过，渭城瞬间被淹没。天启18年秋，大唐边城渭城失守。马士乡战死沙场，为国捐躯。草原骑兵继续南下，兵锋直指长安。同时，清河郡叛国宣布自立。一次次沉重的打击下，唐国的至暗时刻已经到来。西陵神殿号召天下伐唐，这让唐人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亡国的可能性。于是，那些曾经为了大局而隐忍的皇后派大臣们，再也无法忍受当前的情况。在朝堂上对辛迪不停责难，李浑元愤怒惊恐，甚至觉得自己很无辜。渐渐的，他从一个昏君变为了暴君。他甚至感觉在太监和侍卫的眼中看到了轻蔑与冷漠，这让李浑元无法忍受。于是他毫无理由地杀了他们。侍卫统领许崇山见状，强压心中愤怒，寒声问道：“陛下，他究竟犯了什么罪？你也敢是文臣？你把他给收拾了。”原本念及先王恩德的许崇山，此刻已是杀心大盛。他不忍大唐江山断送在此等昏君手中，于是跟着来到了御花园。我让你清理了，你清理了吗？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我要杀了你。破风
而至的一刀却被一道凭空出现的符印挡住。何明琛缓步走来，在昏君的授权下启动了宫中的延寿杀阵。徐崇山强壮如山的身躯在阵法的压制下痛苦地蜷缩在一起，面色如雪，心脾尽碎而亡。何明池趁机挑唆李浑元，声称李渔干涉朝政，想夺皇位，趁李浑元趁早出手，否则就没有了回旋的余地。得知此事的李渔去找何明池问罪，并逼迫他去前线参战。何明池见身份败露，当场拒绝，转身上马向宫外走去。他的速度并不快，丝毫不担心李渔不喊来侍卫，因为他知道现在宫中一己除际，已经没有人能够留下他。这种平静的姿态无疑是对李渔最大的侮辱。另一边，经过艰难跋涉，南归的唐军大部队终于抵达皇城门口，却在门口遭到了侍卫的拦截。在皇后一番心灵鸡汤的攻势下，洗脑成功，城门大开。宁缺进入御书房，看着那张龙椅出神。就是在这里，唐王将长安城、将大唐托付给了他。旧地重游，物虽原物，人却已不在。这时公主走了进来，在别人眼中大逆不道、篡改遗诏的行为，宁缺其实并不在意。但是李浑元坐上皇位后，朝野动荡，无数忠良之士遭到迫害，唐国内忧外患，已到了生死存亡之际。比如许氏不该死，献直郎也不该死，老马更不应该死。退位吧，别的事情以后再说。宁缺本想让李浑元主动退位后饶他一命，不料他自己作死，在酒中下毒。王姐，对不住了，你居然这么对我！要不是宁缺苦苦相逼，弟弟怎么会如此下策？你这个畜生！是我把你带大的。我只是下毒而已，你却敢修改遗诏？要不是你，我怎么当得上大唐的国君呢？可惜拥有饕餮魔功的宁缺早已百毒不侵，浑身一道剑气消灭了所有近视。现在可以上路。王姐救我！李渔挣扎起身，承认遗诏有假，只求宁缺能饶他弟弟一命。宁缺看着这个梨花带雨的女子，想着当年自己刚入长安时，他对自己和桑桑的诸多照拂，抛下一句话后扬长离去。明日见。第二日清晨，朝会开始，李浑元脸色苍白地走入殿内，开始宣读罪己诏。他走下御椅，对着殿中诸位朝臣跪下，叩首行礼。我对不起显直郎将军，我对不起许氏将军，我对不起大唐重甲悬旗的勇士们。本宫就只有这一个弟弟。其实你错了，你还有一个弟弟。话音刚落，宁缺抽出身后朴刀，一刀斩向李浑元。刀锋掠过颈脖，李浑元当场毙命。大殿一片哗然，没人敢相信自己看到的这幕画面。李渔的脸瞬间煞白，看着倒在漩涡中的弟弟，瘫软倒地。接任皇帝毙命，这是最坏的事，也是最好的结果。因为千帝的血脉只剩下了令皇子吕不破，大唐内乱结束，一致对外，唐国的反击开始了。宁缺回到书院，取回了镇眼杵，镇眼杵上已有了许多裂痕，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是以宁缺拿着大师兄十几日不眠不休画出的阵图，赶往长安修复精神阵，其余大部分师兄师姐则是赶往了青霞，因为青霞是北上唐国的要隘，重要性不亚于都城。后山只留下了三师姐于莲以及五八师兄3人，而大师兄则有更为重要的任务。数日后，一座神辇出现在书院门外，西陵神殿掌教竟然来到了书院。一座神辇出现在书院门外，西陵神殿掌教竟然来到了书院。整个前院空无一人，掌教径直向着后山走去。棋子落下，云雾大战开启，山谷之中，天地气息骤然大动，满山满谷充斥着血雾翻滚的雾气，似要吞没山谷的一切。掌教轻蔑地看了眼后山的各个神兽，一仗赶跑了正在曲项向天歌的大白鹅，举手投足间便破了没有夫子主持的云雾大阵。山清水秀疑无路，柳暗花明见崖平。崖平畔的棋盘已经碎裂成无数块，鲜血从他们的唇角淌落，显然是受了极重的内伤。师兄弟二人对视无言，都看出了彼此眼眸里的淡淡悔意。自然二人已从棋盘之道悟得天机，
但毕竟只是洞玄境界，会不该因为喜欢便把半生时光尽数耗在棋盘之上。说这些年随老师学些打架的本事，又岂能容这道门老神棍如此嚣张？况且，即便是书院的13位先生齐聚于此，也不过是让本座多费些周折罢。熊出没放声大笑，一满神足。先杀许氏，再灭书院，后破长安，这便是他人生的最巅峰。然而就在这时，熊出没胡对岸走来一人，这是书院3师姐于莲。她的容颜清秀，气质却很温婉成熟。于莲没有说话，继续前行。她轻点脚尖跃入空中，身上的气息陡然提升，轻而易举地突破了洞玄，晋升到了知命境。须臾之间，竟又升到了知命境巅峰。熊出没的神情变得凝重起来，但声音依然显得威严自信。看在你老师的面子上，交出镇言处，饶你不死。看在你这么愚蠢的份上，我饶你不死。你当真以为有实力打败我吗？可笑至极。上一任掌教虽然也很愚蠢，但他见了我，绝不敢像你这般好。你是谁？他的声音隐隐透着一丝不安，忽然响起了一道蝉鸣。他听到了蝉声，隐约猜出了一些什么，但却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于莲的气息渐渐变得冷漠，精致的五官上生出了一股高傲的意味。唐国危难时刻，大师兄安排书院同门奔赴各地，却把他留在了书院。不是他不担心书院会被偷袭，而是他相信只要3师妹在书院，那么书院便会安好。因为他曾经用过一个名字叫灵武，他是100年间魔宗最天才的人物，连生大师一心想让他继承自己的衣钵，但他却选择了一条没有人走过的道路。他要练一种魔宗无数代来都没有人练成的绝学。他是魔宗历史上最年轻的宗主，也是最后的宗主。当年魔宗覆灭，西陵神殿满世界追杀魔宗余孽，当时已经变成小女孩的他没有自保的能力，不知道要怎样才度过今后的23年。直到他遇到了夫子，从那天之后，夫子便有了一位女弟子，一个不问世事，整日坐在东窗，聊着簪花小凯的教习于莲，一坐便是23年。他就是传说中23年禅灵武。你虽身为魔宗之人，毕竟是一代宗主，拜外人为师，你可知道羞耻？夫子堪为万世之师，况我一人。今日我便替世间收了你这个魔宗妖孽。半山蝉鸣之中，于莲的气息竟然还在往上提升，瞬间便越过了5级那道高高的门槛，达到了第6级天魔境。只见掌教缓缓张开双臂，神杖击入天穹，顿时一股磅礴的力量伴着炽烈的阳光落在掌教的神杖上，掌教直接动用了天体神术，自天而降的昊天神辉通过大地的折射，将于莲笼罩在其中。洒落人间的纯正神辉迅速侵蚀着于莲的身躯。危机之时，他想到了夫子曾经的教诲：静心凝神，不理世事，不问天道。只要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这是于莲的世界。他拒绝昊天神辉的进入。即便入了天死，也只是一个离昊天近一线的小丑。一道道淡渺的气息传遍整座书院后山，所有的树叶仿佛都活了过来，每一片树叶便是一只蝉，成千上万只蝉飞了过来，发出嗡鸣震耳的声响。掌教无法离开于莲的世界，只能躲在神杖后苦苦支撑。在遮天蔽日的鸣蝉下，神辉渐渐暗淡，于莲身后忽然多出了一片透明的蝉翼，毁灭的身形瞬间掠过掌教，打断了他的天启，回身一击将他推向半空，蓄力一掌将天魔手印灌进了掌教体内。重击之下的熊出没浑身是血，如丧家之犬般在地上挣扎，全身筋脉尽断，雪山尽毁，就此变成了一个废人。但于莲为了书院后面的计划留了他一命，一掌将他送回了狗熊岭。滚回西陵，为了书院以后更大的计划，今日我留你一命。早些时候，皮皮仗着自己只守关太子爷的身份，私自放走了被困幽阁的木珊珊，而观主也于不久前回到了观内。夫子登天，他便是这个世间的最强者。
在他的安排下，叶红玉和叶青跟随西陵大军前往青霞，而他要亲自去袭杀大师兄，因为举世伐唐的关键在于书院，而书院的关键在于大师兄。大唐西陲的军营前，悬空寺七念正向着唐军率营走去，普通军士在他眼中犹如蝼蚁，只有一招天庭手印便消灭了所有掌前唐军。他的目标是帐中的唐军主帅舒成。这时，一位穿着旧棉袄的书生突然出现在他跟前，而七念已经修至肉身成佛的至高境界。面对帐前那个不会打架的大师兄，他依然神情坚毅地向前踏了一步。你真的要逼我杀人？大师兄腰上的木条轻轻颤抖。第一步，月龙国大将后脑被敲扁而死；下一步，月龙国主帅身亡，大师兄一步杀一人。七念的脚步越来越沉重，又向前缓缓走了一步，月龙国皇帝驾崩。最后一步，脑门开花，嗡嗡作响。人杀多了，自然就学会了打架。就在这时，一位青衣道人出现在场中。你在无惧的道路上，竟然比我走的还要平稳些。观主这些年走得太快，自然不那么稳当。传闻中说你朝入洞玄木之命，不知你何时阅的武经？这次时间花得长了些，用了3天。观主沉默笑了笑，大师兄沉默不语，转手离开。人间的第一次无惧之战就这样开始了。大师兄和观主踏遍了人间的山川河流，一人在前，一人在后，瞬间万里，最为无惧。每一次出现的时候，大师兄的伤便会重上一分。南海一处无名岛屿的沙滩上，大师兄捡起了夫子留下的木棒，观主随后赶到，摊开手掌伸向大海，海上飞来一剑，落入他的手中。就算你找到夫子留下的木棍，你也只能再支撑7天。7天之后，书院将不复存在。西陵真正的攻击方向在青霞。我不如君莫，所以我在这儿。我可以不理会你，你办不到。大师兄的意思是，观主若不理他，他便可以杀光西陵众人，而观主却无法杀死长安城里的人。7天之后，我便踏入唐国皇宫。谁也不知道7天后会发生什么。而宁缺的任务便是要在7日之内将精神阵恢复原状，因为决定这场战争胜负的只有2处地方，一处是都城，另一处便是青霞。此刻的青霞，浩浩荡荡的西陵联军正在峡谷中穿行，如此要隘却空无一人，处处透着诡异。突然，峡谷上方的天地气息剧烈波动，轰的一声巨响，无数巨石从天而降，大地震动不安，无数战马惊慌失措，峡谷里不断传出士兵的惨呼声。直至渐渐微弱，青霞本身就是唐国建造的一座沙阵，云雾散去，足足有2万将士丧身峡谷之中。统领罗克迪见状，下令就地安营扎寨。这时青霞出口处走来7人，正是以2师兄为首的书院7位先生。青霞沙阵不可能阻挡所有敌人，所以需要一位绝世强者守在青霞出口处。那位强者必须足够强，人来杀人，魔来杀魔。来战！青霞外的原野间，这2个字在不停地回荡。联军阵内一片沉默，数百名西陵神殿众骑兵向青霞处发起冲锋，烟尘大作，整片原野都开始震动起来。只见90师兄飞身上前，峡谷中响起一道道悠扬的琴声，接着一道低沉的箫声加入其中，以琴为中心，一道道高亢烈日的音浪向着敌军射去。2人走的是音律大胆，琴箫和鸣下，魔音贯耳，人马闻之痛快哀鸣，不堪忍受，纷纷坠落在地。马蹄声、喊呼声不绝于耳。罗克迪见状，挥出一道剑气，打断了2人的合奏。弓箭手准备。只听得一道军令，无数支羽箭离弦而去，带着凄厉的痛呼声向青霞口落下。2师兄站在阵前，看着如雨般落下的密集羽箭，根本没有躲避的意思。他的盔甲隐隐
散发出一道光辉，上面繁杂无比的浮线启动，将青霞处的天地元气附在了金属盔甲的外层。那些羽箭锋利异常，却连最外围的保护层都无法撕破。而阵法大家70阶，此时用绣花针布了一座阵，用一层极薄却又极凝缩的天地元气护住了众人。属下已经尽力了，不知大人有何良策？二先生，与本座一战。天色暗，吃饭吧。二先生，与本座一战。叶红鱼向着青霞缓缓走去，他是西陵历史上最年轻的裁决大神官。此刻的他既兴奋又警惕，面对君莫如此可怕的对手，他出剑便必然是最强的一剑。叶红鱼拔剑向天，道剑自行出鞘，天地间骤然出现数道红色的湍流，每道红色湍流就是一道剑痕，直刺君莫的面门。君莫手捏剑诀，身后那把方正宽直的铁剑顿时幻化出无数道彩影，虚空之中银蛇电舞，剑气纵横，挡住了数以万计的剑痕。然而叶红鱼今日出战根本就没有想着求胜，他以昊天神术发动剑痕，以数万剑痕铸成了凡龙神阵。这是西陵神殿最精深强大的阵法之一，为的就是困住君莫，哪怕只是一时也好。上骑射兵，用车轮战压垮他们！联军帅旗竖起，千余众骑兵伴着战鼓的声音向着青霞处冲去。暴力的蹄声再次响起，声势震天，中间没有一刻间隔，不给书院弟子任何休息的机会。90师兄再次出手，秦霄升起，带着一往无前的壮烈气息向远野间传出，就像无数把锋利的尖刀直直刺进西陵骑兵的脑海。连番作战，本就带伤的二人被叶红鱼挥出的一道剑气再次打断了合奏。此时的二师兄正挥着铁剑斩向那万道剑光构制而成的凡龙阵，每一道铁剑落下，便有上百道剑光破碎消失。铁剑呼向狂舞间，那些明亮的凡龙剑红迅速被撕裂成碎片。君莫破龙而出，覆盖全身的盔甲，在炽烈阳光的映照下，仿佛在燃烧沸腾。他只身上前，迎着数千铁骑，举起手中铁剑挥了出去。他挥剑的动作依然是那样的一丝不苟，没有丝毫偏差。一道道借助了天地力量的肃杀剑意，化作数道剑红，向着联军挥扫而去。战马的惨嘶声、骨骼的折断声不断响起，但无论前面的情况如何的凄惨，后面的骑兵依然面无表情地发起了冲锋。他们今天的任务就是送死，他们就是要用自己的死亡来消耗君莫的念力，因为只要是人，总有力竭之时。转眼之间，数千重骑被君莫一人彻底歼灭。叶红鱼不再观看青霞处的战况，转身向着神年走去，下令进攻。他的目的已经达成，书院守青霞的主力当然是君莫，但最令大军感到棘手的却是秦霄之生。今日他出战缠住君莫，再有铁骑冲锋又出二人，最后一剑破之。此时的90先生已经没有再战之力。第二波更大规模的冲锋开始了，君莫的脸色有些苍白。就在铁骑快要冲至青霞处时，就在所有人都以秦霄之声再也不会响起时，一个书生来到了青霞，旧棉袄上满是灰尘，他走遍了千山万水，抓住瞬息之间来到了青霞。秋风微起，青霞中响起了一道琴声，那琴声很清脆，很平和，琴曲如高山，如流水，但落在所有人的耳中却是那般的惊心动魄。书院大师兄是后山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在师弟们的眼中，他是师兄也是师傅。他带师授课，琴棋书画样样皆是世间第一。他招募洞玄入之命，3天不舞地。他是夫子最喜欢的弟子。琴声在峡谷回荡，在无情地收割着生命。叶红鱼的脸上满是不可思议的神情。大师兄放下古旗，然后化作一道虚影。下一刻，他的身影出现在联军阵中，超出腰间木棍击晕了罗克迪，随即来到叶红鱼身前，木棒重重击打在地面上，溅起无数泥土与烟尘。正欲下一步行动时，大先生，你该走了。多谢剑圣。大师兄回了一礼后，瞬间离开，消失不见。拜见观主。
主来到了青霞前，这是只手冠冠主第一次出现在世人的眼前。无数人对着冠主的背影跪下，恭敬低头。冠主也不多言，因为他必须马上去追大师兄，没有过多的出手时间。示意他来到阵前，刀袖清辉间出现了数柄天地元气凝成的虚剑，在空中凝成一道后，向着下方的众人急速刺来。只听得刺啦一声，老四抛出了那块从不离身的沙盘，竟是数百年前销声匿迹的推演神器和山盘，一杀便是一世界，虚剑落入沙盘世界中。四师兄将念力与河山盘相连，全力困锁着那道虚剑。然而冠主看似潦草的一剑，又怎么可能如此简单？四师兄的双手颤抖得非常厉害，然而他的双手已经放不下来了，只能用命苦苦支撑，除非冠主身死或者重伤。此时的冠主也从青霞消失，因为他发现大师兄正在偷家。只手冠内，大师兄欲偷走剩余的5卷天书，却在这个不知名的中年道人手下受了伤。他是隐世不出的只手冠第2高手。既然来了，就不要再走了。我是恶客，还是早些离开为好？天不留人，我留人。你冒险来此，与自投罗网的雀鸟有什么区别？冠主刀袖清辉，天地气息骤然闭锁，池鱼龙鸟大阵发动，格局出了一个独立于昊天世界的小天地，没有人能离开这片小天地，哪怕无惧境界也不行。然而此阵先前已被皮皮做了手脚，形同虚设。大师兄的身形再次消失在秋风中。皮皮，你是真的皮？是皮皮破了阵法，溺死。在冠主离开后，悟性极高的皮皮以同样手段困住了中年道人，随即离开了只手冠，赶往长安。因为只有在书院，他才能感受到家的温暖。此刻的青霞已过去2天时间，四师兄举着河山盘不断咳嗽，下巴上满是斑驳的血痕。众人靠在他身边，减轻着他的负担。整个心灵神殿都在等着柳白出手，因为只有他才能战胜青霞前的那个男人。然而柳白依然没有出手，却等来了另外一个人。那是一个身着素衣，背着一柄木剑的男子，正是道门天下行走叶青。君莫是自柯浩然之后书院最骄傲的人，而叶青是10余年前看破生死的道门天才，同样是传说中的人物。你现在有些糟糕，一夜未睡，精神自然有些不济。那你要不要先睡会儿？不用。为何？因为你还不是柳白。请。二师兄祭出那把宽直的铁剑，剑随意动，脱离他的右手，飞速向着叶青斩去。无数的剑影在他身前迂回，剑上饱含着君莫方正肃杀的规矩之意，让他避无可避。当年与大师兄一战后，叶青对道的理解更进一层。所谓看破，也是看不破，所以他没有硬接这道铁剑。阴影绰绰之间，铁剑飞至，野草簇簇破裂，泥土飞扬而起，散落在稻田间。叶青破掉了君莫的第1剑，毁灭后再生，那便是生，至今根本没有死。第2剑，叶青借助天地之力的一剑，瞬息来到君莫身前。君莫挑飞来剑，却也后退了一步。这是他大战以来第1次后退，看似平淡无奇的一剑，威能却恐怖如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手段已经超出了武境的范畴。第3剑。第3剑也是决定胜负的一剑。叶青他又走出一条自己的道，忽然之间秋风大作，青霞前的天地气息自原野中涌出，数柄木剑悬在叶青身前，瞬间百剑变为1剑。原野里狂风大作，下一刻他便来到了君莫的身前，木剑狠狠刺向君莫的胸口，无比明亮的圣洁神辉在剑身上亮起。他把昊天的意志化成了自己的剑意，生死可以无视，天意不可逃避。既然避无可避，那就勇往直前。这便是君莫的骄傲。看似动然无锋的木剑，瞬间没入君莫的盔甲。这是念力与念力的对抗。木剑一寸一寸缩短，一部分进入君莫的胸膛，更多的是碎成细微的水沫。燃烧的木剑越来越短，却依然没有破开君莫的盔甲。他继续向前递剑，直至最后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剑柄。叶青一掌开下，把整个剑柄拍进了君莫的胸膛。他的剑柄包含了他在剑道上的全部精神，而君莫又充斥着无数天地元气的一拳砸向了叶青。
今日一战，叶青雪山彩尽毁，成为了废人，但他的道却得到了升华。若你没有这身盔甲，我不见得会输。如果我无甲，你无鞘，我赢；我无剑，你无剑，我赢。不管怎么说，都是我赢。二先生珍重。转身离开青霞，片刻之后，二师兄的盔甲碎裂，衣裳早已被鲜血浸透。刚刚战胜叶青的君莫，毫无疑问是战役最强大的时候，所以柳白终于出手了。他被世人尊称为剑圣，尤其是剑在手中时，身前1尺也是他的绝对领域，哪怕是只手冠冠主也不能进。但他的那把剑自从被夫子用过后，便不再是普通的剑，而是真正的人间之剑，即便是他自己也无法再用那把剑。感谢先生，等到此时才出剑。你的剑还在修，再修好不迟。二师兄，剑修好了。很好。君莫没有让柳白先出剑，因为他知道柳白的剑太快，先出剑自己必败。君莫瞬间来到场中，手中铁剑化作101道剑光，带着天地之力连续扑空而至。柳白没有用剑，但他自身就是一把横贯天地的剑。只见他凌空出指，指尖剑气射出，柳白身前出现了一道无形的屏障，无数柄剑高速震颤着悬停在柳白的身前，没有一把能够刺破那道无形的屏障。这就是柳白的身前1尺，柳白带着他身前1尺的世界向着君莫迎了上去。此刻君莫的剑意正是最旺盛、最完美的时刻，却依然奈何不了柳白。期间释放出的磅礴力量，就像是飓风一般，将君莫震飞了数十丈。观战的心灵神殿联军看着剑光纵横的天地，震撼的无法言语。身前1尺是他的绝对领域，他的目光背景以及他的声音都是剑。柳白神情冷漠，跃向半空，他的身后出现了一条滔滔大河，波浪滔天，声威惊人。奔涌的大河饱含了柳白的剑意，这一剑仿佛夺走了天地间的所有光彩。大河扑面而至，整片原野间都回荡着激烈的剑啸声。君莫的眼睛骤然明亮，他挥动铁剑，向着大河斩了下去。君子不服末路，管他咫尺还是天涯。宽直的铁剑携着天地之威，重重地砍在了浑浊奔涌的河水里，河水骤然分开。面对汹涌而来的大河剑影，他的发髻被吹散，在风中乱舞。然而君莫的剑意再如何挥洒自如，在这条大河之前依然稍逊一筹。柳白抛开铁剑来到君莫身前，一指点中胸口。君莫向后翻飞之时，握着铁剑的右臂被剑影切断。望着断臂，君莫一声大喝，被自己的规矩束缚了这么多年的放肆，终于在这一刻爆发了出来。他使劲紧握剑柄的断臂，顶着纵横的剑意，向着千百剑包围的柳白刺去。他有自己的骄傲，骄傲到可以无视这条大河的威严，这是他此生的最强一剑。铁剑刺进了柳白的胸口，柳白看着不停淌血的伤口，露出了淡淡的自嘲和感慨。他怎么想也想不到，最后的结局竟是这样。而君莫也感慨，自己从青霞之战开始他就错了，他不该看蕴含着大河剑意的那张信纸，那样会让他失去自己最强大的东西，那样东西叫做信心，或者叫做骄傲。但世间没有如果，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便是我也有些替你不值啊。我承诺过，只要我还站着，便不能有一人过青霞。尽力而行，不问前路，没有遗憾。此战过后，君莫断臂，柳白重伤，回到剑阁养伤。另一边，宁缺修复精神阵已经过去了2天多时间，非但没有想出好的解决方案，反而注意到这座大阵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各个街道建筑都发生了堵塞。何明池当初做的手脚早已清楚，但是精神阵所受到的干扰却已经无法逆转，直接影响到了整座大阵。就在他手足无措之时，一名女子从城门洞里走了出来，直顺的黑发披散在肩头，脸颊也清瘦了许多，但是依然美丽。举世伐唐，你却孤身一人来到都城，你是又要与我一起站在道门世界的对立面吗？一名女子从城门洞里走了出来，直顺的黑发披散在肩头，脸颊也清瘦了许多，但是依然美丽。二人站在桥上，短暂沉默后互道安好。莫珊珊在阵法上的造诣高出宁缺不少，于是宁缺在交给了大师兄的手绘地图后，便倒在一旁睡起了觉。还是这样，
还说很焦虑，睡不着。之后，宁缺和莫莎珊再度并肩，二人在长安城里穿梭，一如当年，同样的地方，同样的他。在观察完地形后，珊珊决定用快垒大阵来解决精神阵的拥堵。在多番尝试后，却依旧于事无补。辛苦你了。我不想看见这都城的黎民百姓生灵涂炭，只是若是观主真的来，我也只能拦住他一时。山主，你想多了。观主他叫陈某，一个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名字，却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破50境的修行者。当年柯浩然单剑灭魔宗后杀上桃山，道门强者尽出，小师叔送情斩之，观主与之一战依旧不敌。之后连破数境后拔剑向天，终被昊天诛杀。因为此事，夫子极为悲愤，上桃山斩尽桃花，杀尽道门无数强者。观主邀蒋金手做联手，依旧惨败。但从侧面上也说明了陈某的强大，因为他输给了柯浩然，输给了夫子，但他依然活着。现在柯浩然已逝，夫子登天，人间再没有人是观主的对手，还能击败观主的就只剩下精神阵。宁缺转身向城门内走去，继续寻找着破题之法。宁缺在长安城里四周行走，看着城内的无数百姓，想起当年师傅颜色带着他感悟佛道时曾经说过，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一道符，只是太过弱小微妙，而当所有人同时写一道符时，这道符便会变成伟大。宁缺好像明白了些什么，之后他便开始寻找那个字。他写了无数张自己会的唯一神符2字符，却依然找不到那个字，写不出那道符。与此同时，长安城外突然出现了数个脚印，观主的身形显示在南门外，一柄刀剑附在他的身旁，与那根木棍进行着激烈的交锋。7日不眠，在世间纵横无数，他依然神清气朗。大师兄出现在了南门外，却已是伤痕累累。精神阵毁了，就再也没有什么能拦得住了。书院也在等，我也在等，等精神阵恢复。我在等他衰弱。大师兄向着观主奔来，瞬间消失在风雪中，而观主只是静静地站着，随意挥袖间便破了大师兄的无惧。面对莫莎珊的快垒大阵，他缓缓抬掌，五指握拳，举手投足间便破了快垒大阵。观主走进了长安城，街道上的人们早已逃离，朱雀大街上空无一人，只有雪花在不停飘落。就在这时，街上突然响起一阵蝉鸣，于连没有隐藏踪迹，就这样从风雪中走了出来。西方有柴，密与你间23年。灵物，原来你也在这里。于连摊开双臂，手指轻颤间，片片雪花高速颤动，发出低沉而密集的声音，就像是无数只蝉在同时振翅。无数鸣蝉被风卷起，向着观主击射。就在无数飞至的雪花即将临身之时，一道磅礴圣洁的光柱落在了观主身上，光柱中的雪花瞬间消融，这才是真正的道门神术天启。于连也不多言，将天魔镜提升到了极致，漫天雪花狂舞而起，蝉鸣之声愈发高亢，身后的无数片雪花变成了透明的蝉翼，一道极淡却极强大的气息随着雪花的飞舞笼罩了整条雪街。这是于连的世界，这方天地隔绝了天启神术，雪花不再融化，瞬间笼罩了观主的身体。观主依旧淡然，他向空中伸出手掌，掌心向天，挡住了于连自天而降的磅礴力量。溃散的力量使街道四周瞬间炸裂。就在于连泄力之时，观主的眼眸变成了灰蒙蒙的一片，于连感受到力量才迅速消失，脸色瞬间煞白。观主用改造过的魔宗功法来对付他这个魔宗宗主，他的怒意到了极点。就在于连准备释放所有战意拼命之时，大师兄的木棍飞至，打断了他的施法。大师兄跟观主在这狭窄的街道上再次进行了无惧之战，两人的身形在风雪中时隐时现，到处都是二人的身影。在极短的刹那时间，双方已交手了不下1000次。这一次，大师兄再次被重重击飞。于连见状，用魔宗功法释放了自己体内磅礴的天地元气，顿时风雪怒啸，狂暴的天地元气逼出了无惧观主的身形。你们拦不住我，纵然拼了性命，也只有2成的机会。就算是要赌命，也该是我先来。
你们拦不住我。纵然拼了性命，也只有2成的机会。面对渐渐不知的二人，观主只是静静地在风雪中向前走着。他的身前有着一道宏大如海、无边无量的气息，充斥着整个空间。一道浑厚的佛息重重地击打在了二人胸口，正是佛宗绝学无量，亦是5境之上的绝学。重伤之下的二人已无再战之力，胜负已分。柯疯子死了，夫子走了，我便只好天下无敌。你们2个谁先死？今日在雪阶上，观主连施无量、寂灭、天体、无惧这4种无境之上的境界，而且显得那般的随意轻松，这已经超出了西陵教典记载的范畴。就在生死存亡之际，皮皮终于赶回了长安。父亲等等！他双膝跪地，声音微颤，祈求父亲放过二人，代价便是离开书院，回归道门。我怎么生你这么个不成器的儿子？陈皮皮站起身来，缓缓举起手臂，他的手指在微微颤抖，因为他准备用天下息神指来对付他的父亲。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第2次出手，也是他最强的一次出手。纵横的旨意在观主身前瞬间破碎成无数碎片。早就预料到结果的皮皮瘫坐在雪地里，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在地上放声大哭。即便是天下无敌的观主，也不愿意在胜局已定的情况下和书院的这2名强者生死相见，因为生死之间有无数种可能，只要能够毁掉精神阵，一切就将结束。观主的身形再次消失在风雪中，他的目的地是皇宫里的那栋小楼，他要毁掉地底的精神阵眼。而宁缺在写了无数个2字符后，终于将2字拆分为了一个意思，这个意思代表了安定，亦有切割之意，相形之下更为直接，更为强硬。宁缺和珊珊一路前来，看着各处堵塞的地方，宁缺终于反应过来，这些都是桑桑曾经待过的地方。道门没有能力将精神阵破坏到如此程度，这些都是桑桑有意无意间造成的结果。那你想怎么做？我要用这把刀，将桑桑留在这座城里的痕迹都斩掉。早知今日要斩去这些过往，当日我与他又何必来都城？珊珊看着他脸上的神情，不知为何心头也觉得酸楚起来。僧大学士府、春风亭、洪秀章，宁缺一路行来，一路挥刀，每次落刀便是一道意字符。他用破刀斩出无数道神符，再渐渐修复着损害的阵意，又借用了长安城的天地气息，减缓了观主的脚步。来到雪桥上的观主神情漠然，望向远方。他感应到精神阵在一点点的修复，他必须要尽快找到宁缺，然后消灭他。最后，宁缺来到了老比斋，这是他和桑桑来到都城后的第1个家，也是留下痕迹最多的地方。看着紧闭的木门，宁缺触目生情，眼眸深处有些黯然，脸上那抹复杂的情绪一闪即逝，随即举起破刀斩了下去，一刀接一刀，精神阵在渐渐的修复，而他与桑桑的过往却在逐渐消失。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一切的问题。可惜已经晚了。观主的身影从风雪中显现出来，随手一击，宁缺顿感体内气血翻涌，喷出一口鲜血。夫子已经上天，韩国即将被终结。明知守不住，还是要守，这就是我的职守。宁缺一刀斩落，使出了高礼物的意思符，长街之上出现了无数刀痕，切割一切。在精神阵的加持下，已经拥有5境之上的威力。刀痕掠过，狂暴的符语甚至连观主的衣角都未能切开。观主已入寂灭境，无痛亦无惧，宁缺的一切攻击都对他无效。你太弱了。观主轻音微颤，原地消失，瞬间来到宁缺身前，将他击飞到了朱雀天阶。无量与寂灭的完美结合，使观主无论气息还是体量，都有如浩瀚的海洋。他以难以想象的磅礴力量，将宁缺顶在了城墙之上，所处之处专师尽毁。你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可以保住你。前面就是皇宫，再次掀飞宁缺之后，观主平静前行，大摇大摆地向前走去。
宁缺见状，浩然气尽出，火符燃遍刀身，将整座长安城里的天地元气召集到了朱雀天阶之上，向着观主奔涌而去。拥有整座长安城的宁缺似天而降，通过镇眼杵的朱雀得到了数倍的强化，向着观主呼啸而至。观主神情凝静，以掌拂面，气息直冲天穹。浑厚的无量佛息挡住了汹涌而至的朱雀，无量与寂灭的完美结合，让他几乎立于不败之地。不甘认命的宁缺艰难起身，携着整个长安的天地元气，向着观主挥出了五境之上的一刀。观主举起右臂，手指轻点，知其雄，守其雌，是为天下息。观主用的是天下息神指，这一指断了宁缺的求生之路，倒地不起，鲜血染红了身中，再也没有了挥刀的力量。观主已经证明了他的天下无敌，哪怕宁缺拥有一座城，但在犹如鸿沟的差距之前，依然不是对手。手握都城的宁缺依旧不是观主的对手，重伤的他瘫倒在朱雀大街上，浑身鲜血。观主向着皇宫方向淡然走去，突然从四面八方冲出了无数的长安百姓。前一刻还寂静无声的朱雀大街，突然间人声鼎沸。他们曾经无比恐惧，甚至现在还处于恐惧之中，因为他们是凡人，但他们想要保护长安，保卫家园，哪怕付出自己的生命。常老太爷拄着拐杖，带着鱼龙帮的汉子们从巷街里涌了出来。观主清晰地感受着周围人的敌意，但他并不在意，因为这场战争早已超越了人间的范畴，普通人根本没有资格参与其中。今日之战，唐国没有动用任何军事力量，便是最好的证明。那群凡人在他眼中便是蝼蚁一般的存在，而蝼蚁的抗争让他觉得有些无趣。在我们唐国有这么一句话：可托6尺之孤，可寄百里之命。临大劫而不可夺，君子也。可这般美好的国度啊，却要被你们这些贼老道从人间毁掉，我干你个奶奶！宁缺看着那些不要命的民众，心跳莫名加速。他知道他们什么都改变不了，就如同此时的自己。观主平静前行，看似平缓的长街上，不知蕴藏着多少恐怖力量，普通人根本无法靠近，触之即丧命。这些在长安城里生活了一辈子的凡人，今日在纷纷赴死。他们要用血肉之躯筑起一座新的城墙。看着被血染红的长街，看着不断倒下的百姓，宁缺的心开始颤抖起来。他觉得自己的身体渐渐变得滚烫，血管里的血液开始蒸腾，这种感觉叫做热血。隐约间，他感觉到一股力量，那道只属于人间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改天换地，这种力量就是人间之力。观主继续向前行走，身后是无数的尸首。宁缺看着那些在不断逝去的鲜活生命，想明白了很多事情。每个人的意愿与渴望都是一种力量，千万人的渴望在一起便是人间的力量。此时的宁缺终于清楚地看到了那个字：死货！你还在等什么？天阶之上响起一声极为高亢的鸣啸，朱雀带着磅礴的气息腾空而起，在皇宫上空盘旋，炽热的火焰灼烧着这方天地。无尽的天地元气通过镇眼杵浩浩荡荡灌进了宁缺的身躯，精神阵的杀符灌注进了刀身，火红一片。一落于心，一落于心。这两笔横跨了半个天空，他要在青天之上写下那个大大的人字。观主的身影从雪街上消失，御风飞行来到青天之上，宁缺踩着朱雀扶摇而上，观主的手指在风中轻轻颤动。一招天下息神指被宁缺侧身躲过，朱雀拖着宁缺直上青天。宁缺高举破刀，在天空上重重写下了一撇一捺。遮天蔽日的乌云似被划开了2道横贯万里的切口，整个刀身变得炽热无比，似要焚尽世间一切。他的眼里仿佛有亿万颗星辰泯灭，这一刀承载了千万人的渴望，人心所向，天必从之。天若不从，那便灭了他。刀锋向着观主斩去，这一刻，观主迎着宁缺，同时用出了3劲之力，两者相撞，霎时天穹之上发生了剧烈的爆炸，视线变得一片昏暗。
天地元气甚至发生了大尺度的扭曲。朱雀接住了跌落的宁缺，而观主的身影骤然淡掉，直接被斩落尘埃，看上去极为凄惨。但他还活着，被皮皮用板车拖回了只手观，而观主也于生死之间再次悟道，进入了道门最深不可测的一种境界——清净境。宁缺悟出人字符，一刀废了观主。权衡利弊后，心灵决定和谈，第一次举世伐唐落下帷幕。青霞上空，观主的虚剑消失，君莫沉默拾起落在地上的高冠，向着众人走去。木佑看着他空荡荡的衣袖，眼睛微湿。也是在此刻，二人互道心意，死生契阔，与死重说，执死之手，与死偕老。回到都城的宁缺遇到了同样归来的曹小树，其实他和曹小树并不算熟，只是见过几面，但却可以做到同患难共生死。男人的友情就是这么简单。宁缺曾经以为自己什么都不亏欠，直到他去了渭城，后来入长安进了书院，才发现自己欠的越来越多。他欠陈皮皮的蜜，欠莫珊珊的情。面对千里迢迢赶来陪他站在世间对立面的他，宁缺不知道该怎样面对。那年我来到都城，然后回到大河，其实多少有一些不甘，因为红墙白雪，你曾说过喜欢，我喜欢你，你喜欢我，这就很好。得之我幸，失之我命，这样它就是天了。看着夜空中绚烂烟花的转瞬即逝，他们心里都明白，这一段情该结束了。几日后，书院终于迎来了回归的师兄师姐们。宁缺看着二师兄空荡荡的衣袖，心中顿感惊悸不安，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与柳白金氏一战，他断了右臂，肉身的残缺并不是问题，左手执剑，他依然足以横扫世间，只是此生大概再也无法走到修行道的尽头。他没有后悔，只是稍稍有些遗憾。夫子已然登天，但书院这个大家庭还在，唐国依旧是世间最强。数日之后，叶红云作为西陵义和团的一员抵达了长安城。宁缺在城外望着这个穿着一身血色战袍的美丽女子，仿佛又回到了那年夏天。他们于荒原相识相杀，亦敌亦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其实是一类人。今日都城来了一辆黑色马车，没有马，只是单独的车厢，却令整个后山如临大敌。夫子升天，被人间的昊天找到行踪的二人也失去了躲避的意义。酒徒无惧亦无量，屠夫已近乎不朽，皆是修行超过1000年的大修行者。在昊天的旨意下，屠夫前往西陵带信，告知熊出没。昊天即将降临桃山，酒徒则是来到了都城。他穿着一身普通布衫，头发花白，在自顾自地饮酒。但宁缺出现后，一个站在城内，一个站在城外，皆不肯向前踏出一步。双方都在试探，眼看陷入僵持，酒徒突然跳下马车，手掌在空中微动，沉重的马车向着宁缺呼啸而至。身处都城的宁缺以源源不尽的念力抵住马车后，被君莫抽刀击飞。天月，让我传给你一句话：世间所有的死亡都是久别的重逢。说完便已无惧离开了都城。谈判进行的并不顺利，双方在局势判断上的分歧太大，而酒徒与屠夫就像是悬在唐国头上的2把刀。西陵执意要求交出曾经的魔宗圣女夏天，为了唐国的江山，为了不再受他人要挟，夏天从长安城楼跳了下去，结束了自己的一生，追随先王而去。当日夫子显圣与昊天一战，摧毁了神国的大门。昊天落入了北方的极寒之地，变成了一名肌肤洁白如雪、玉足赤裸的女子。她起身向着南方走去。此刻的她很不习惯这个污秽的人间，不喜欢这样缓慢的速度。桑桑作为昊天的分身，本就是一体。他曾被夫子灌注了人间之力，是以他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昊天的角色和意识，让他在无形中感受着人间的喜怒哀乐。他来到了一处面馆，此时的他是个真正意义上的饭桶。在吃完一整桌子面后，才转身离开。他在人间行走，便开始融入这个人间，所以他越走越慢，因为这是夫子登天之前给他设下的局。望着那轮明月，他倍感愤怒，于是他骑着大黑马来到了西陵，神情平静而自然，
就像是在巡视自己的领地。天域大神官看向那名少女的第一眼，便明白了很多事情。当年在老比斋中，他曾看到了光明，不知不觉间3年之约已到。掌教随后赶到，虽然潜意识里对他很反感，但养条看门狗还是有必要的。于是他恢复了熊出没被废的修为。谢天女恩赐，召开光明会，斩人世间尘缘。谨遵圣命。另一边，一纸合约只是短暂的和平，西陵联合诸国随时可能卷土重来。眼下最大的威胁是酒徒与屠夫2人。书院对此正在酝酿一个惊天大计，而宁缺在得知昊天已回归西陵后，再次想起酒徒留给自己的那句话：世间每一次死亡都是久别重逢。直觉告诉他，西陵口中的天女与桑桑一定有所关联。世人都以为宁缺会终日躲在书院不敢出城，因为他是精神阵的主人，除掉他，唐国便会不攻自破。不曾想，宁缺当天便悄悄出了城，向着西陵而去。另一边，曹小树被邀请至书院，在看完书院计划后，连一向桀骜的他都不禁感叹：这是要逆天吗？最终，曹小树为了大义，为了兄弟，甘愿以身为饵。几日后，剑阁迎来了一位一身青衫、气度不凡的中年男子，正是春风亭曹小树。他来到柳白身后，施礼相见。就算如今你已是知命上境，又怎能是我的对手？但我这一生，唯一不曾缺少就是勇气。我想请您再次会见，但需要您留我一条性命。你如此疯狂的要求，我又怎能不满足你？柳白凌空出指，顿时潭水中那柄人间之剑生出了一道惊艳的剑光，凌厉的剑意仿佛要将潭水切成无数细块。曹小树见状，一剑化六，向着柳白挥了出去。霎时，一道剑光击中曹小树胸口，他的雪山气海尽数被强大的剑意所毁，已是一个废人。他挡下了柳白4剑，最终还是输了。但他的人生再没有什么遗憾，因为他接下了柳白4剑，他还要向柳白再借1剑，藏剑余生。剑破之日，便是你殒命之时。我希望那时我死得值得。话音刚落，水潭边天光大作，无数道剑光冲天而起，遮拢了天地，蕴含着无尽的杀机。数万柄剑化作一道长虹，灌入他的体内。这是世间第一强者剑圣柳白的剑道，藏剑余生，亦受万剑之痛。几日后，宁缺以浩然气覆盖住雪山气海，伪装成普通人混入心灵神殿，成为了天域院的杂役。翌日，宁缺来到桃山脚下的那间红薯摊，想着曾经的结伴而行，到现在的形单影只，不禁有些黯然。这一幕正巧被同经此处的昊天看到，他容颜冷漠，意识里却掀起万丈狂澜。看着他的脸，听着他的声音，他愈发愤怒。他的愤怒便是天怒。晴朗的天空突然响起一道惊雷。怎么说打雷就打雷？是天怒。年轻人，你的机会到了。当年你老师和小师叔上桃山的时候，回来时我的红薯还是热的。宁缺知道，以自己现在的境界，直闯西陵神殿那就是送人头，所以他不走寻常路。是以他来到西陵后山的绝壁，凭借浩然气改造后的身体强度，配合佛门真手印，迅速向上攀爬。他的脚下是万丈深渊，云雾缭绕，看上去愈发幽暗恐怖。不知道过了多久，他终于爬上了绝壁上方，但这一切都没有逃过昊天的双眼。他就站在殿内，静静地看着这幕画面。他是昊天，也是桑桑。他认为像蝼蚁一般的人类没有任何资格思念他，这是对他的大不公，甚至应该称之为亵渎。于是将手中红薯化作巨石砸向了宁缺。他会摔下来吗？我现在还不想让他死。宁缺在重新攀爬之时，来到了传说中的幽阁重地，遇到了一个意外之人。死宁缺，胖子，你怎么在这儿？你不会是来救我的吧？一路这么坎坷，还要爬这么陡的绝壁。我是来找桑桑的。早些时候，皮皮被昊天选定作为助他重回于天的光明渡引使，说白点就是献祭生命。之所以选择陈皮皮，那是因为他的血最为纯正，
里面蕴含了道门无数代对他最虔诚的信仰。在废掉了他的修为后，将他囚禁在这幽阁之中，等待光明祭的到来。另一边，龙信回到只手观，看着榻上那人，他的心情有些复杂。有一瞬间，他曾想过用灰眸直接吞噬观主的境界修为，然而直到跪在榻前，他才发现那些都是妄想。他连多看观主一眼的勇气都没有。在收回了曾经赐予龙庆的本命桃花后，便将他打发到观中重新修行。昊天来到人间，只手观成了废弃的牢笼，人间最强大的修行者已经变成废人。来到人间的天女，还是我们所信仰的天女吗？如果她不能斩断尘缘，那我们就帮她去斩；实在不行，我们就连她一同斩去。不久后，常小树来到了酒徒与屠夫生活的一座小镇，在临街处租了间铺子，做起了书画生意。他现在已是一介凡人，毫无修为。渐渐的，酒徒屠夫放下了戒备，与这个新邻居慢慢的熟络起来。与此同时，叶青找到柳白，以自己新教的教义开始对柳白进行洗脑。光明会是道门虚伪的盛世，不过是西陵统治世界、统治人间的手段罢了。越是在这种时候，越需要有人站住。青霞一战，柳白感悟又有提升，虽未破5技，却已是当世最强之人。作为人间剑道的巅峰，世间已经没有谁值得他出手。那么当他决意做某件事的时候，也没有人能改变他的心意。如此盛会，若没了你的人间之剑，岂不让那个天女看清了我们人间？他看向了坛中的那把人间之剑后，心意已决。几日后，光明祭在桃山正式召开，这是道门最盛大的祭祀仪式，因为那代表着昊天向人间降下了神迹。今天的祭品是一个人，观主之子陈皮皮，这也意味着昊天对只手观的不满，以及对书院的残酷惩罚。皮皮体内的雪山气海被昊天亲自布下禁制，已是一个凡人，却没有一点身为祭品的自觉，毫无惧意，就这样坐在祭坛上。因为他确实是在求死，他不想书院同门冒险来救自己，反正都快挂了，发泄几句也好。我不就看了你一次洗澡吗？至于吗？高高在上的裁决神作被当着众人的面说小时候就被看光了。叶红玉听了，想要撕烂他的嘴。闹剧结束，祭天开始，光明不灭，正道永存。场中的天地元气映照而至，天空中的那轮烈日变得更加灿烂夺目。顿时一股完全不属于人间的威压落在了他的身上，要将他融化在这片天空里。你却一直在人群里看着他，不可能看着他真的被他烧死。就在他准备动手之时，山道上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唐小唐闯了进来。他在山下便陷入苦战，在连番血战里不断顿悟，已然跨入了知命境界。他从长安城不远千里赶来送人头，只是为了见皮皮一面。问世间其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当年因为灵物掌教成了阉人，是以他看到这等撒狗粮场面，愈发愤怒。掌中一道运着神慧的光柱射向了唐小唐。叶红衣见状，使出防龙大阵，将二人隔绝在祭坛中央，看似囚牢，实则是挡住了掌教的神辉。熊出没见状，再次射来了唐小唐。小狮子！元神3剑离弓而出，带着恐怖的湍流射向了前庭的掌教。桃山前庭一片哗然，谁能想到书院的人一直藏在自己当中。精神阵的守护者都来，唐国王矣。今日我就削平你们整座桃山。酒徒屠夫何在？哎，不要干了，不要干了，教咱们呢。大师兄及时赶到，挡住了二人的脚步。这可是天女的命令，我不能违背。你要去光明会是小事，但你想动我的小师弟们，那便是大事。话不投机，随着一声震鸣，酒徒抛出酒壶直击大师兄面门，却被大师兄提前预判躲过，随即扔了回去。二人以无惧展开激战，身形如魅，如影随形。屠夫则是平静地磨着刀，坐在一旁冷眼观看。大师兄毕竟刚学会打架没多久，终是落了一线，被酒徒蓄力一掌击中，唇角溢出一口鲜血。
但他未作调息，不顾伤势，身影骤然消失，在酒徒身周高速移动，携着无量天地元气向着酒徒挥去。伴着一声闷响，大师兄倒飞出去，酒徒亦是连退数步。太弱了！这时朝小树拦在了二人中间。其实两人早就知晓朝小树的底细，但他胸为尽毁，就算是能近他的身，却没有能力杀死他。二人活了无尽岁月，难免会有些无趣，便将这次交往当做一场有趣的游戏。而此时游戏该结束了，鲁夫甩出的屠刀被大师兄李无惧接下，他随即跟上，拍向朝小树的胸腹。6境强者的出手，朝小树根本无法躲开。突然一片陡升，无数道锋利的剑尖破开了他的胸腹，刺穿了他的身躯。酒徒眼瞳骤缩，这剑来得太快太陡，根本避无可避。这个世界上只有柳白的剑才能如此迅疾，如此杀意决然。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你绝长剑一身！我就是巨人，我等的就是你杀我的时机。朝小树一直在等这个时机，换句话说，他一直在等着去死，死为大勇。柳白的身前一指，纵使观主也不敢近，酒徒屠夫二人就此毙命。同时，破剑之日已是他殒命之时。桃山上，宁缺寺岷山荒原多年砍柴练出来的刀法早已纯熟至极，在修行浩然其后，身体强度更是身坚如铁，普通修行者根本没有任何办法。熊出没伸出手，迎着战战青天，顿时一道磅礴的力量自桃山光明神殿内直冲天穹。宁缺大闹光明记，掌教见状迎着战战青天，高举双手，一道磅礴的力量自桃山光明神殿内直冲天穹。谢谢您赐予我天启的力量。宁缺见状，将破刀深深插入地面，向前走去。此时的熊出没还在幻想着，如今昊天在人间，一旦天启，他将会拥有无穷的力量，世间还有谁是他的对手？然而他的体内没有感受到一丝恢宏的神力，所有的昊天神辉尽数灌入了宁缺体内，他的气息发生了极为惊人的变化，瞬息间便来到了致命巅峰，甚至继续前行，直至5境之上。此时的宁缺已然天启，身体内拥有无尽神力，这种感觉叫做无敌。宁缺大放光明，无穷无尽的纯正神辉释放开来，纵使全盛时期的观主都难以抵挡，况且是熊出没。桑桑站在光明神殿内，愤怒无比。来到人间之后，他便想要斩断那道尘缘，然而就在天启的那一瞬间，他与他再次有了交集，再难分离开来。就在他准备下杀手时，柳白的剑到了，正在以难以想象的速度高速前进，只是始终无法刺进身前的空间，有道无形透明的屏障把他和这个世界隔绝开来，没有谁能够进入他的世界。为什么？是为夫子他老人家一份承诺。不惧，只恨不能与柯好人不见，恨不能生于千年之前，以光明战于荒原。我欲拔剑向天，你既来到人间，我又怎能不来？平伏汉室谈何意？我与人间全无敌，我与天战与谁战？他的身前的世界出现了一道小豁口，由空间规则构成的无形屏障被柳白的剑刺破了，雪亮的剑锋向前推进了1寸。然而那寸许剑锋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锈蚀。那剑曾经在荒原上屠过金龙，今日与他合二为一，来到他的身前。柳白的人就是一把剑，他与夫子曾经用过的那把人间之剑合二为一，向着桑桑层层递进。他的剑已经进入桑桑的世界2寸，但咫尺便是天涯。他以大千世界破天，他的剑正在被时间侵蚀。桑桑看着剑上的大千世界，眼中有着星辰幻灭，有着无数春秋。他以时间蹉跎着人间。柳白的剑是人间之剑，但毕竟不是人间之身，到了最后，终究还是敌不过时间的流逝，化作青烟消失不见。时间之力在不断侵蚀着柳白，他的皮肤开始松弛，就像垂死的老人那般，快要没有生命的光泽。剑毁了，人还在，他的人才是真正的剑。柳白的双眼前所未有的明亮，出现的瞬间，他便知道自己不可能胜，但他没有放弃。柳白的手伸进了桑桑的小世界，此时他的手中没有握剑，他的手便是最锋利的剑锋。
柳白继续向前，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终于来到了他的身前1尺。遗憾的是，此时的他已经虚弱的无法刺出最后的那一剑，他已经变成了垂垂将死的老人。他艰难地用指尖轻掩他的眉心，没有任何杀伤力，更像是在触摸。在临死前的这一刻，他终于触到了这片高远而冷漠的天空，完成了自己的心愿，也看到了自己的大道。之后瞬间分崩瓦解，变成一堆尘土于空中消散。疯子，人算不如天算，而我就是这天。此时的宁缺知道柳白已经死了，这场天人交战的结局并没有令他觉得意外。历史上向昊天发起挑战的人类，最终都走上了这条不归路。但是今日，宁缺重建了和他的本命联系，这对他来说是最污秽的亵渎。于是他异常愤怒，他要消灭掉所有与桑桑有关的人，斩掉这所谓的尘缘。是以他再次降下威压，要将陈皮皮融化在这方祭坛上，饱受神灰灼烧而死。就在陈皮皮烧至3分熟的时候，夫子显圣，天空突降暴雨。这场暴雨极为猛烈，无尽神灰被迅速冲淡，直至消失。暴雨冲刷着众人的身体与灵魂，夫子化身为月，悬于云端之上。他依然在守护着人间。风消雨停，宁缺并没有逃走，因为他要去实施书院计划中最重要的一环，将昊天留在人间。宁缺大闹光明祭，冲入了神殿深处，看到了中央台上的那个身影。宁缺想象过很多次和桑桑重逢时的画面，却从来没有想过那个黑瘦的小女孩已经消失不见，出现在他面前的是这样一个又高又白的女子。他忽然间伤感起来，想着自己大概再也见不到那个瘦瘦黑黑的桑桑了。桑桑就站在眼前，然而给他的感觉却是那样的陌生。跟我回家吧。桑桑沉默不语，只有宁缺一人的声音在殿内回荡。他走到他身后，伸手想去抚摸他，却被一道神灰打断。因为他是凡人，他是昊天，他和他之间的距离便是天与地的距离。他和夫子相看1000年，谁也奈何不得彼此。于是他便天算布了一个局，分身降临人间，顺势而行，最终成功迫使夫子登天。这一切都是他的算计，包括他与宁缺的一切过往，都是天算罢了。但宁缺不愿意去想这些事情，他不甘心，因为那时候的桑桑还没有觉醒，还是他的桑桑。桑桑已经死了，我相信他活着，而且我时刻能够感受到他就在这儿。只要你臣服于我，赐你长生不老。什么叫做臣服？自然便是宁缺主动解除与桑桑的本命联系，而他自己无法斩断这段尘缘。哪怕会被我杀死，你也不愿意臣服于我。我不认为我会杀你，因为你是我的本命，我死，你也会死。天女永远不会死，但是会被洗白。说白点就是将系统格式化，就是失去他现在的自我意识。早在热海畔那一晚，你就已经把自己许给了我。桑桑的神情没有变化，那意识里早已是怒海翻涌，顿时一股强大的神威降压到宁缺身上，体内的气海雪山逐渐崩溃，他失去了所有的力量，他的身体不受控制的向上飘掠，双脚渐渐离开地面，被无形的力量束缚在空中，然后衣服片片碎裂，无数道无形的利刃在切割着他的皮肤，他让宁缺千刀万剐，受尽凌迟之苦。他不会杀他，因为活着才能感受这种痛苦，血肉混着鲜血在风中飘舞，不停地剥落。宁缺的识海里不断回荡着那道威严的声音，那个声音要求他臣服。跟我走吧，别忘了，成完亲之后，我们还有蜜月没有度。我死了，你连寡妇都当不成。你确实成功激起了我的愤怒。宁缺忽然觉得自己的大腿间传来一阵凉意，他的二弟失踪了，顿时感觉一切索然无味，痛苦的在地上哀嚎，不久便昏死过去。当宁缺醒来时，他已经被关入了幽阁，气海雪山被封，丁丁也失踪了。此时的他比普通人还不如，根本没有可能逃走。在书院的计划里，他首先以本命联系控制住桑桑，然后把他带回到长安城，因为只有他才能真正的恢复精神阵。却没想到昊天与人类之间的层级相差太大，大到连本命都无法进行控制。因为书院的关系，光明祭进行得非常不顺利，
祭品逃离，西陵神殿死伤惨重。因为柳白生死的缘故，剑阁正式与道门决裂。昊天发现自己无法斩断尘缘，于是想到了以命还形。他要求神殿立即停止对陈皮皮的追击，保住了他的性命。他以为这样便能断开与人间的羁绊。他与人间有诸多尘缘，需要他一一补偿。但宁缺是个例外，他在人间时已经对宁缺付出了足够多的情感，包揽了所有家务，甚至连生命都可以奉献给他。所以想要了断与宁缺之间的尘缘，他需要索回自己曾经奉献给他的全部，比如洗脚铺床、洗衣做饭。于是宁缺被放了出来。了解缘由后，宁缺也不多言，以前一直伺候他，现在他伺候我都是应该的。毫不犹豫地蹲了下去，捧起他的脚丫，仔细地搓揉着。他洗得很仔细，动作很轻柔。就算他踢翻脚盆，请他喝一脸洗脚水，他依然毫无怨言。昊天自以为寻找到了正确的方法，其实当他开始看重人类情感的时候，他便将会逐渐失去自己的客观性，变得越来越像人类。相反，宁缺他并不觉得这是惩罚，反而很享受这个过程。他每天吃的都是剩饭剩菜，便是洗脚也是用的桑桑剩下的洗脚水。睡觉前还会想着帮桑桑暖床，虽然二弟失踪了，但想想总不过分吧。只是如今他竟连上床的资格都没有了。日子就这样简单枯燥地重复着。一天晚上，光明神殿的露台外，一轮明月挂在空中。今晚的月色真美，像10万两白云。他说的很自然，纯粹是随意而发，没有经过任何思考。宁缺的心情很激动，他终于确认昊天就是桑桑，因为只有桑桑才会如此在意银子。干活去。好嘞，媳妇儿。桑桑，我真的好想你。就在他幻想着与桑桑再次体会人间的快乐时，昊天握住了他的手，让他看到了自己脑中的记忆。原来宁缺所珍视的那些回忆与过往都是假的，都是昊天设的一个局，为的就是引出父子。万念俱灰的宁缺转身离去，纵身跃下了万丈深渊。宁缺破云而落，急速下坠。与其一个人苟活，他宁愿拉着昊天一起去死。就在这时，桑桑出现，跟着宁缺一同跳了下去。年幼时，昊天让他们相遇，然后开始同生共死，饱受人间冷暖，这便是命运。恍惚中，宁缺终于再次看到了那个瘦小微黑的桑桑。此时的他也终于明白，就算是昊天的局又何妨？那时的桑桑还没有觉醒，就是他的小侍女桑桑。那些自己所珍视的过往回忆都是真实发生的。于是他紧紧抱住了桑桑，一同向下坠去。如此高的悬崖，纵使宁缺浩然气大成，跳下去依然是十死无生。不知过了多久，宁缺再次醒来。原来最后时刻，昊天以完美神躯挡在了宁缺身下，救下了自己。昊天也终于明悟了自己的心意，他与桑桑是一体两面，既然无法斩断尘缘，那不如走进人间，感受夫子所说的红尘意。二人坐着大黑马车，浪迹天涯，继续他们幸福而甜蜜的生活。